学家，今年寒门的考卷都在此处了。圣上开新考，扶寒门，这些学子便一个个的拼了命的想一步登天，哼，真是可笑。对呀，这些文章论时弊，谈何功，尽是狂卷之气。不怪太子殿下交代，要好好压一压寒门的气呀。你看看这写的。不被期待的雄心，不被看见的才情，只能拿来暖手的。我会告诉太子哥哥，一切如常。一笔之伤痕，隐约青山美，寥寥浮生愧，如梦如回，翩翩落掌新闻。一幕灯火深，繁华笑成魂，字字灵犀声，如歌如坠，风云沉一瞬间永恒。你是我一眼山河般社会望的星辰，燃繁星一尘，风雪一身，寸寸草木生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浮世清风还归程。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你一人俯首称臣。公主，太子和考官还在凤栖阁，可是二皇子带人来了。那就得好好演一出戏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罢了，本宫今天开心，让他们都一起来吧。谢谢公主。二皇子传，恶人不得伤得厉害。给我搜！是。来呀！殿下，公主在凤栖阁。二殿下，二哥这是何意呀？都吓着我的美人了。太子在哪？有人密报，太子操纵新考，在此私会考官。你们下去吧。二哥，太子哥哥可没来过这儿，可不敢诬陷储君啊。诬陷？哼，给我搜！殿下，此地不宜
一久留啊！让他解决吧。弦断惊扰贵客，请殿下息怒。莫为琐事败了兴致。是个妙人，今日魁首便是你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二哥这是要观礼啊！荒唐！你行这般苟且之事，就不怕驸马知道？殿下，都找了，什么也没有。大业朝的世家贵妇，徐面首坐了又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况且崔驸马出身世家，习惯了被人伺候，哪里懂得伺候女人？这闺房之趣，还是得自己来寻。走。再盯紧一些。是。抱本宫去榻上。你不是仙客来的人，假扮面首接近本宫，受何人之办？无人指派，学生只知公主不想此物被二殿下发现。学生一介寒门，大业虽开新考，但学生明白，成败的关键在于考场之外的举荐。所以学生恳求公主能阅览学生行卷，为学生举荐一条明路。既是寒门，你也听到了二皇子为何而来，怎不把玉佩交给他？二殿下搜查世家，与太子党争才是真。学生若是将玉佩献于他，岂不是引火烧身？学生不想惹祸，只想以才学报复，得公主亲言举荐。公主，你怎么了？这是。举荐，好一个寒门学子，为求取功名，竟行此下作手段，献身本宫。学生不敢，此事绝非学生所为，我马上去找解药。好好表现，举荐这事自有商量。
虽嚣张跋扈，但这是下去。赏你的，滚！殿下何意？那酒中药并非学生所下，你也答应学生。本宫绝对不会举荐一个下作之人。你们寒门不是最讲风骨吗？怎么卖身求荣的本事比仙客来的豺狼还痛快？既能伺候贵人，何必新考？安心做个面首便是。好一个金尊玉贵的公主！昨夜是谁在二皇子面前将我认作魁首，如今又翻脸不认，戏弄人心，不讲信用。这下作二字，殿下比我更当得起。告辞。倒是个有脾气的。公主，昨夜是假戏真做了？此身有己，悦者为上。看来公主对此人评价甚高，真是稀罕。那姓崔的养外室多年，难不成还想让你为他立牌坊吗？呸！昨夜啊，我睡得极好，一夜无梦。难道这药还有安神的效果？相思子可没这效用。这些年公主被噩梦缠得夜夜难眠，怎么偏昨夜睡得安稳？难不成有效的不是药，是人呐？戏弄人心，不讲信用，这下作二字，殿下比我更当得起。这药不像那寒门学子能弄来的，也不像二哥的手笔。或许陷害我的人，与这朝堂争斗无关。小许多唐突，相连能几时？好曲。崔郎爱听，奴就日日唱。只是今日，崔郎还是回公主府吧，毕竟您还是驸马。有话便直说。奴听闻，昨夜朝阳公主在仙客来会面首。奴想着，若崔郎今日回去，那谣言便会不攻自破。哼。他能让人把风声透出来，便是做给该看的人看的，都是为太子殿下做事罢了，何必当真？万一公主假戏真做了呢？你行事向来懂分寸，知进退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，明白吗？是青罗越举了。嗯。
夜殿下宿在了仙客来。那驸马昨夜又是宿在何处啊？你别忘了，如今你是崔家的家父。那驸马和外室缱绻时，也没记得自己是大叶皇室的驸马。现在不是你利用我走出冷宫的时候了。踩着崔家一路高攀，如今身得圣宠，便连装都不愿意装了。装？我们本就是面上夫妻，互不干涉是最后的礼仪，望驸马谨记。走吧，太子哥哥可不愿意等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圣人想用新考提拔寒门，来打压我们氏族。若是今年前3甲中真出了一位寒门学子，只怕后患无穷。是呀，老二昨夜虽未抓住把柄，却依旧连夜入宫，向父皇构陷无私会考官。圣心不渝，以不让吴的人参与新科评定。圣人言明，今科要亲阅考卷，寒门的考卷便无法收回，这才是大麻烦呐。朝阳公主驸马到。进。臣请殿下安。昨夜二哥突至，幸亏此物未被他发现。朝阳，方才吾与朱清的对话，想必你也听到了。父皇今年要亲阅考卷，你可有办法？殿下放心，只要圣上所见之卷皆出世家子弟之手，寒门又何来的机会呢？不错，唯一的变数就是父皇。可当下东宫中人，能进御前接触卷册的，只有你。怎么，有难处？太子哥哥，父皇近来圣心独断，最近又提了二哥在御前。臣妹入宫虽易，但眼下并非最佳时机，只怕稍有差池，反倒误了大事。朝阳，对，让他把苹果举起来。这个好玩。把苹果拿好，别掉了。你再搞，我打歪了，可别怪我。殿下息怒。当初你为了出冷宫苦苦巴结吴的时候，可是什么都不怕。我不希望父皇看到任何一张寒门的试卷，不许半杂。朝阳知道了，定会尽力而为。殿下，东宫有他们夫妻2人，实乃大幸。别让我失望。
人妹遵命。疼吗？早就习惯了。当初你为了出冷宫苦苦巴结吾的时候，可是什么都不怕的。娘，你有救了！我拿到上古老参，你吃了病就会好了。何时双手一梦春秋，不魂牵挂，如你引诱，翻云覆手。娘，你死了，不要救下我！命运失守，心花或回头，张开双手，一念复仇。从那天起，我发誓，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冷宫，过着世上最好的生活。这些年，太子结党营私，强征暴敛，逼死良臣。我不能让大业的江山社稷，最终落在一个视民生如草芥的人手里。而圣人用心考纳寒门，制衡世家，他在意的只是皇权稳固，并非百姓疾苦。是时候动手了。太子给了我面圣的机会，我定会让圣人看见寒门学子的答卷。新科状元必须是我们的人。人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份大礼虽素未谋面，但对太子来说，应该是份惊喜。今年状元是个寒门。是啊，圣上特为状元设下此言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荆轲状元为何是个寒门？这就是你办的事。那日二哥也在宫中，还是他从中作梗。是啊，二皇子那天确实是在宫里。恭迎圣驾！参见殿下。众卿免礼，入宴吧。恭贺父皇得此英才，不知父皇将以何等要职委以荆轲状元？6品给事中，众卿以为如何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给事中乃天子近臣，寒门岂能胜任？臣请调其任岭南县令，历练3年后再议。岭南道，荒蛮地，这是要杀人啊！圣上，岭南湿热，蛇虫肆虐，荆轲状元怕是熬不过3年就没在任上。儿臣认为，6品给事中给的正好。臣附议。陛下，臣等觉得太子所说有理。陛下，此人若只贪图安逸，便不堪大用。臣等附议。
儿臣失手惊扰圣驾。宴上醉酒无妨，起来吧。谢父皇。儿臣觉得如此佳酿不可多得，诸位争执不休，岂不耽误？父皇，状元郎初登天子堂，上任岭南，未免有被薄待之嫌啊。不如赐他个8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由萧忠诚亲自调教。若日后不成器，再任去岭南也不迟啊。陆明彦是为祝贺朕得贤士辅佐，此酒唯有朝阳喝出了其中深意。便依你所言，受其监察御史之职。都入宴吧。谢陛下。3言2语便哄了父皇开心，又合了太子哥哥的意，真是厉害啊！不愧是圣上最倚重的公主。什么东西啊？新科状元入宴面上。陈审孝，恭请圣安。朕安，免礼入座。谢圣上恩典。启奏圣上，陈审孝要弹劾朝阳公主李恕。声响，青丝一曲心弦绕，沙沙作响，叩心门轻唱。生黄，明眸一许尘暗香，念念不忘，有欲盖弥彰。一步一回晃，片片灯火阑珊望。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，画在他眉眼手中央。灼灼孤芳香，寥寥心事堂。惶惶梦天荒，蒹葭藏，待他爱之所望，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当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臣审孝，恭请圣安。朕安，免礼入座。谢圣上。开宴吧。来，请。本宫绝对不会举荐一个下作之人。既能伺候贵人，何必辛考？安心做个面首便是。殿下，方才下官在殿外听到殿下提携之言，以此薄酒，全至寸心。恭喜沈御史，
只是文曲魁首的谢意，本公主受之有愧。下官认识的殿下可不会生出愧疚之情，难不成殿下并非诚心道贺？公主不胜酒力，我替她喝。状元郎和公主何时这么相熟了？我与公主殿下的缘分，可不是一言两语可言尽。就比如，状元郎的玩笑话，驸马何必当真？是吗？我醉了，和父皇告罪回府吧。此等盛宴，殿下怎可先行告退？放肆！殿下不知道吗？下官这个人向来睚眦必报，今日前来，就是特地来报恩。启奏圣上，臣沈孝今以监察御史之职，要弹劾昭阳公主李恕。关中大旱已于3月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烧。流民如潮，被迫依此而食。现在您涌入都城，梁上哄抬物价，大发国难之财。而昭阳公主却夜夜笙歌，奢靡无度，不恤民情，有负天下百姓，有悖皇家仁德。放肆！污蔑公主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儿臣可以作证，昭阳确实。住口！关中旱灾，朝会议过，还没有解决。你掌管的杜迟祠到底在干什么？就在粮已放，只是民间粮价飞涨，恐怕有人囤粮抬价。荒谬！臣认为，将江南的粮调运至京中，粮足，则价平。沈御史所言极是，只是贯通南北漕运的永通渠堵塞严重，需要起步尽快修缮。当下国库吃紧，休取劳民伤财，吾的起步用度如何，轮不到二弟智慧。永通渠乃漕运重渠，根在培元，利在千秋之时。区8品小吏，也敢妄议朝政，狂妄！既是朝官，有何不可议？二弟如此维护，莫不是沈孝之言有你受益？皇兄，具谈实务，只会牵连吗？我们请圣上裁决。上。圣上，请陛下裁决。大兴土木，恐动摇国本。我看是有人不想修渠，好囤积居奇，发国难财。李仁，你说什么？商贾通流后上前劝进，是干什么？操控江山更新不言乱女儿的，换人你眼下呀！够了！太子，朕命你3月内使永通渠通航，卓与林都尉崔进之派兵增援，若有延误，严惩不贷。3个月，这如何能做到啊？
是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儿臣领命。臣领命。朝阳公主李恕，即日起10亿上缴国库，待灾情好转，再议回复。谢圣上恩典。沈萧，原来弹劾是假，为民解困才是真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他姓沈了，竟敢当庭弹劾殿下，真是胆大包天。他没说错什么，也不知实情，而且多亏了他这一出，我才好跟太子交代。精彩啊，精彩！好一个锋芒毕露的状元郎啊！开科取士至今，满朝文武就属他最有胆色，最合我心意了。你喜欢他，去寻他便是，拦我的路做什么？自然是来看你笑话的。想看我笑话，何必在这吹风啊？不如随我回府上小住几日，我让崔静之作陪，让你看个够。你少拿他恶心我！要不是当年你这个贱婢之女使的下作手段，他怎么会成为你的驸马？崔静之真是瞎了眼。看来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想明白。瞧瞧你那短命的驸马，不过3年就被你搓磨死了。崔静之那般骄矜的人，又怎会娶你这蛮横无脑的嫡公主啊？你敢羞辱我！我是抢了崔静之，可你不也报复回来了吗？我大婚当日，是你告诉崔静之，我向父皇进言，处决他战败获罪的父兄，对吗？是你进言，让圣上杀了我父兄。圣人要彻查战败之责，你父兄作为主将，本就罪无可恕，如不顺圣意，连你也难逃迁怒。我是为了保你，为了保我，李叔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就是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？我怜你，护你，甚至为你家族选了你。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，啊！我真是后悔把你从冷宫里救了出来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崔家的继父，与我再无关系。崔静之真以为仅凭我一句话就能左右圣心？蠢！像他那样的蠢人啊，你要我送你便是。你不要的，本宫也不要。别忘了，你就是太子哥哥身边的一条狗。你敢欺负我，我看他怎么收拾你！哼！他若知道公主和崔静之早已和离，是圣人按下此事，不许张扬。知道与否并不重要。他根本不喜欢崔静之，只是不想输给我。你去备马吧。是。公主和驸马竟是假夫妻。休书，崔静之，你还当我是冷宫里的卑贱孤女啊？
我可是圣人亲封的朝阳公主，想休我？你不配！休也是我休你。如今你没了父兄，失了倚仗，说实在没了驸马的身份，如何在崔氏立足？现在是你需要我这公主的身份，从此以后，你我之间只为利益，互不相干。我会禀告父皇，你我再无瓜葛。滚！看来殿下与驸马早已离心，人前恩爱，也只是做戏罢了。君子非礼勿听，状元郎的圣贤书都白读了。下官宁愿做真小人，也不愿做伪君子。这么说，殿下与崔驸马你们真的就只是表面夫妻？沈御史为何如此在意本宫和驸马的关系啊？下官认为，崔家父子拥兵自重，战场轻敌，导致将士枉死。事后还骄横如故，圣上早该敲山震虎，适才作此裁定。所以殿下何错之有？若是崔驸马因此而迁怒了殿下，殿下真的应该领责良赔。那本宫该责谁呢？是刚刚在殿上意气风发弹劾我的状元郎，还是3个月前卖身求荣的谭郎？沈御史听了这么久的墙根，想必不是碰巧路过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是，又如何？看来念念不忘的不止下官一人。殿下，我
一曲心弦绕，傻傻作笑。让人别离开我！一步一回望眼，偏等火阑珊望。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浅浅风一场，明月光落在他心上，水中央。茫茫白露霜，遥遥心事忘。恍恍梦一场，蒹葭藏，待他心之所向。山上无处藏，你可曾听到？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化在他眉眼手中央。灼灼何方上，寥寥心事堂。惶惶梦天荒，蒹葭藏，待他爱之所望。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殿下真是好眠啊！本宫会睡着，还不是因为沈御史？朝阳信誓旦旦更不保证，绝不会有寒门登上荆轲金榜。可如今竟然出了一个状元沈孝，朝阳人在何处？朝阳今日身体不适，先行休息了。沈御史今日当众弹劾本宫，真是演了一出好戏。这个沈孝初登朝堂，先是跟朝阳敬酒，接着又突然弹劾，害我被罚了10亿，你得了圣人卿也，更博了个忠直敢言、不畏强权的名声。下官确实有意报当日殿下轻贱之仇，所以要让此事变得有价值，我必须让圣上看到我，世家才不敢动我，也能顺利引出圣人下令，重修永通区，关中的百姓方能得救。区一个寒门八品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莫非他们2人之前认识？殿下，当务之急是解永通渠之困。臣深知，朝阳绝不可能与寒门之人有牵扯。太子不写寒门，3个月，永通渠修不成，太子便失了圣心。你却说是为了百姓，为百姓当然是真，看太子失势也是真。太子罔顾百姓生死，不配为君。圣上当年受世家推举继位，近几年又忌惮世家势大，随机打压。世家故技重施，拥护太子，圣上岂能不忌？我想让圣上看到，我可以为他所用。狂眷，妄揣圣意是死罪，你连太子和圣人的关系你都敢利用，你不怕我把这话给你捅出去啊？殿下不会吧？殿下今日保我8品监察御史，说明我对殿下有用。殿下不如直接告诉我，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？本宫只想让你当面首。只做面首？那像我这样的面首，殿下有几个？这状元面首嘛，唯你一个。既是唯一，我自然珍惜。和其他人不同，你现在是御史台的人，在太子底下谋事。他虽不会要了你的命，但定会给你点教训。必要时，你可以求本宫帮你啊。不必了吧？殿下身边面首众多，又何惜下官一人？我既入朝堂，自有准备面对一切。殿下既然不愿意如实相告，那下官就先告辞了。
你平时用的是何熏香？闻着很安神。下官家境清贫，从不用熏香。奇了，莫非这世上真有男子自带体香不成？那沈郎君日后可否夜夜同眠啊？你放心，本宫从不亏待自己人，赏赐少不了你的。殿下这是真的把下官当成可以自下的面首了。当初是你自荐枕席以求举荐，如今倒摆出贞烈的架势，既不是君子，又何苦道貌岸然？殿下说的对，从明晚开始，下官就来为您侍寝。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。3个月工期，永通渠通不了，能不能用计阻挠开工，把祸事甩出去？工期是圣上定下的，殿下也要奉旨督工。若是明着推阻，岂不是给二皇子落了把柄？那各位有何计策？依臣之见，此事该问过昭阳公主。若不是她办事不力，那沈孝怎有机会面圣？永通渠一事，该他为殿下献策，将功补过。是啊，萧忠诚言之有理啊。是啊，告诉昭阳，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东宫不留无用之人。昭阳若有计策，必会上报。但此事说到底，罪责皆在沈孝。不错，沈孝之后在你御史台门下，不可轻饶。殿下放心，臣明白。何必等他去御史台？今日便可教训一番。我怎么会答应呢？太子的人，还真是按捺不住。你去见了沈孝，本宫的行踪还需要向你汇报？我是替太子问的。真是太子的好狗。鹿鸣宴之后，
太子已对你们起疑，我虽替你遮掩，但我需要你给我个准话。状元郎姿容出众，本宫瞧着喜欢，想拉他做个情郎。不知这个答案，驸马可还满意？崔家父的身份你半点不顾了！放手！放手！你在撒谎！你发什么疯？李叔，我终究是你的驸马。驸马，多年的假夫妻，你还要当真不成？是，我们是假的，但你和他就是真的。与你无关。好啊，好一个状元情郎！你说太子若知你二人，驸马要告诉太子吗？驸马怕不是忘了，本宫刚受沈孝当众弹劾，被罚了10亿。亏你信我会找他做情郎，我见他是为太子试探虚实。驸马如此在意沈孝，该不会是在吃醋吧？哼，荒谬！我只是提醒你，离沈孝远一点，不要做让崔家蒙羞的事情。太子因永通渠一事震怒，你若无法可解，崔家也救不了你。驸马在说什么混话？崔家和本宫相互依傍，唇亡齿寒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没记责？那便好，随我去见太子。不急，见太子之前，还需答应我一事。崔郎，奴婢青罗叩见公主殿下，殿下万福金安。是你给公主下的药？奴没有。公主常流连那等地方，才会遭人算计。这定是有人存心将公主失身之事嫁祸于奴。崔郎信我，崔郎肯为奴做主啊！信你？我何时说过这药是催情药？你个毒妇，怎可对公主做这种事？崔郎，你听我解释。这是奴猜的。仙客来那样的地方，除了那等见不得人的药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够了，不想再听了。张20，不能打我！不能打我！我腹中有了崔家血脉。你说什么？我有身孕了。你要做父亲了，崔郎。你背着我听了避子汤？啊？奴没有，这是意外。崔郎，我腹中是你的骨肉啊，这是天意。住嘴！处理掉孩子，赶出府。不！崔继之，这是你们崔家的血脉。不配！
这么嫌我？你又比我干净高贵到哪里去啊？你既要世家公子的清誉，又要红颜知己的温存，还想握着公主府的权柄。如今为了体面要抛弃我？呸！什么世家子弟？你不过是个工于心计的小人，始乱终弃，谋杀亲子。太令我失望。答应你的事已了，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动手！不要动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不要动我！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放开我！不要伤害我娘！小兔崽子，你疯了！放我出去找太医，否则就打死我！谋害皇嗣之罪，你担得起吗？这贱婢所生的丫头，也配叫皇嗣？你娘身份卑贱，不配叫太医。阿娘，求上医娘子，求你使太医来救命！你求我也没用，出身卑贱的舞女，还妄想母凭子贵。你们娘俩就在这冷宫里自生自灭吧。阿娘，宫匾里面有百年老参，我去弄来给你治病。阿娘不能再拖累你，恕我。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人生来就卑贱，也没有人生来就高贵。人的命是靠自己争的，听懂了吗？你放开我！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住手！他交给我处理。下去。是。你与崔静之之间，我并不关心，可你不该来陷害我。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孩子保不住崔静之。这个世上没有母凭子贵，母贵，子才贵。天下如今满意了。你想要孩子活下来吗？太子，永通渠修缮一事如何了？禀父皇，永通渠工程浩大，民夫众多，但近日粮价飞涨，朝廷所付工钱已不足以购粮，以致不少工人罢工。儿臣思得一策，或可解困。何计？以粮代钱。以粮代钱。既然粮贵钱贱，不如就由杜之司直接拨粮，充作酬劳。如此，民夫有粮果腹，可安其心。亦能稳定工匠，聚人心，提士气。如此，便可将永通渠的修缮之责尽数归于二皇子掌管的杜之司。将来要是渠修不成，便是杜之司拨粮不力所致。不仅如此，还可以借机不断向杜之司要求拨粮，以充吾的私库。但此事二皇子一定会极力反驳，他驳不了。太子哥哥学那日沈孝之言便是。父皇，以粮代钱从无先例，恐怕此办法……二弟，既无先例，便开先例。难道因为事情难办，就不管百姓的死活了吗？你我身为皇子，万事都得以百姓和社稷为先。说不实行以粮代钱，就要为工人涨薪。如今国库空虚，父皇断不会答应。太子的办法是良策。李严，给启部和兵部拨粮。儿臣
领命。此计环环相扣，不仅解了吾的燃眉之急，还拿捏住了老二的七策。妙，妙啊！臣妹告退。杜之思、波良，二皇子入局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让开！贵人，给点吃的，贵人。让开！给点吃的吧。你们做什么？让开！贱民媳妇找死啊！贵人，行行好吧，给口吃的。滚开！贱民！我。不知是哪位达官贵人，在此名声倒悬、恶殍载道的关头，还敢招摇过市、纵图伤人，藐视我大业律法！哟，我当时何人敢当街拦本公主的马车？原来是沈御史啊！公主殿下，本宫的马夫，本宫自会责罚。可是当街拦公主车舆，如同行刺，按律当诛。只抽你几鞭，以示仁厚。再不让开，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沈御史不让开，是想挨打吗？殿下终究是金枝玉叶，不懂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百姓流离之苦。当街叫对大业的流民要打要杀，也配做天家之女，识百姓之路吗？衣服洗成这样，看来公主是不想吃饭啦。我这2日没吃过东西，叫你行行好。你娘死，圣上都没过问。就算你死在这冷宫，圣上连瞧都不会瞧上一眼。金枝玉叶，沈御史很了解我吗？你在此高谈阔论时，可知我此行正是要把筹措的药材送往疫区。若非你拦车质问，此事早已办妥。殿下亲自赈灾，下官方才言语不同。但无论殿下此去为何，都不是纵仆伤人的理由。沈御史当街拦家教导本宫，沽名钓誉。殿下跟其他权贵不一样，最起码心里还有百姓。我遭你弹劾失了圣心，筹药赈灾不过是演给圣人看的戏，灾民要药，本宫要民，各取所需罢了。不是和沈御史一样？下官并非。沈御史想利用本宫，本宫可以成全。
别忘了今夜之约啊！给沈御史道歉，罚你半年月例补偿百姓，回府后自领10鞭。沈御史，多有得罪。朝阳，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今日清夜，寒门学子破除门第桎梏，登科入仕，究竟是该为天下苍生谋生路，还是该为光耀门楣扬己身？诸位尽可畅言。此题不对。为国为己，并非对立。我辈所求，应是打碎门第枷锁，让天下学子皆可以争取施展拳脚的机会。沈兄，不，应该是沈御史。御前弹劾，当街拦架，只收这1鞭，已是留情了。怎么还替外人说话呀？你见多识广，这个朝阳公主，你了解吗？略知一二。那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听闻她受封朝阳之前，是个无人问津、幽居冷宫的公主，过得很是艰难。冷宫？所以那道疤也是在冷宫留下的吗？她在那种地方待了多久？又是如何出来的？她和那个崔静之到底是两情相悦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你怎么突然对公主的事如此好奇？他毕竟是太子的人，又与我暗中周旋这么久，把我留在京城。他表面看起来奢华无度，但我总觉得那不是他的全部面目。他究竟是敌是友，我看不分明。不如赐他个8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必要时，你可以求本宫帮你啊，只抽你几鞭以示仁厚。再不让开，别怪本宫不客气了。你想利用本宫，本宫可以成全。越是看不分明，便越想干净。那你判他是敌还是友呢？识人应关心，你的答案得自己学。二殿下，我等奉旨前来运粮，您别为难我们。圣上有旨，调京城各仓粮食前往永通渠。快，动作快点！殿下，粮一整入4库。二殿下，让开！这里是公主府，千心劝您不要应酬。个刁奴！放开！不可！让二殿下进来吧。二殿下，请。刁奴！你说，你说！二哥火气不小啊。
叶良带钱陷我杜之思于水火，你敢说不是你向太子献计？二哥无凭无据的，为何笃定是我所为啊？谁不知道你朝阳是太子的谋士？我杜之思的存粮要被启部和兵部搬空了，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呀！这世上哪有什么绝路啊？有现成的人等二哥用，二哥何必自苦啊？你是说沈笑？哼，胡闹！此人胆子太大，即便为人忠直，也容易引出祸端。怕什么？他可是父皇钦点的状元，若二哥把他收入囊中，让他负责落实以粮代钱的政令，那是借了父皇的光。若是办成了，是你们杜之思得利；若是没办成，父皇只会把罪怪在世家头上，左右怪不到你啊。你会这么好心给我献策？信与不信，全凭二哥。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。别忘了今夜之约。我在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会答应他？我疯了吗？他是怎么在冷宫长大的？我既然接了这3话，就应该履诺。答应别人的事就应该办到，这是阿爷教的。沈御史，公主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公主为何要把沈贼推给二皇子啊？本宫要借刀杀太子，必须借势而为。沈孝为刀，二皇子为势。等等，什么沈贼啊？窃者为贼，那沈孝把公主的心给窃走了，还不是贼？胡说八道！殿下的刀不是说今夜搬来吗？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啊？唉，殿下都等了那么久了。他身上有股幽香，你能调制出来吗？你见过他，应该闻到过的。爱莫能助，奴婢在沈孝身上可闻不到任何味道。不过奴婢倒是听说有一种香味，只有彼此喜欢的人才能嗅到。唉，完了，这下他真成沈贼了，还是个窃心贼。我看你是疯了，我怎么可能对他有意？哎，你帮不上忙你就出去。谁说奴婢帮不上忙了？要不奴婢把沈孝给你绑来，公主你看成吗？你。
身上的味道，难道真的只是我的错觉？你是谁？原来是安乐公主，是下官唐突来。唐突什么？我还怕沈御史你不唐突呢。殿下若是有事差遣，派人去御史台就是了。要是没什么事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哎，你一个八品小吏，有什么公务啊？本宫邀你前来，为了什么？你再清楚不过了。再装糊涂，可就无趣了。下官本就是个无趣之人，殿下只管放下官走就是了。本宫寡居3年有余，阅人无数，你是最有趣的一个。实不相瞒，哎，那日新科宴，我看状元郎着这件金花红袍，弹劾朝阳的风采，属实让本宫难忘。若沈御史再穿一次，本宫就放你走，如何？殿下还是自重吧，什么告辞了？今日我听闻你被朝阳当众鞭笞，本宫有御赐的金疮药，让我亲自为你上药，如何？御赐是我，下官不配。下官告辞。走开！把人给我抓回来！是。门口有我的侍卫，你今日是出不去了。哇，什么时候来了这么漂亮的公子啊？你是新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快，他跑那边了，快追！公主吩咐，今晚一定要抓到他。怎么都不对啊？沈御史来迟了，看来下官扫了殿下的雅兴了。那你还不赶紧出去啊？我不出去，让他们走。那个沈笑分明往这边跑了，挨个屋子给我搜！不愧是沈御史啊，来赴我的约呢，还能招人安乐。若你做了他的面首，说不定就能官升一级。沈御史果然好算计。下官已经答应殿下夜夜相伴，没想过跟其他人牵扯。沈御史到底是忠诚，还是想哄我，让我为你得罪安乐？还疼吗？疼。沈御史这一边挨的可真不亏，当街诘问跋扈公主，既能落个维护百姓的好名声，又能来我这上演苦肉计。沈御史利用我，利用的的确顺手。殿下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才会把人心想得如此卑劣？沈御史与其好奇我的过往，还是多关心关心百姓吧。我不过是遇到了坏人，他们却是遇到了坏的事的。
衣服脱了。你分明上过药了。可是不是殿下上的。原来你是想让公主替你上药啊？你的公主在外面。在安乐面前与你牵扯不清，太子定不饶我。今日我救不了你，我自然不配让你在太子胞妹面前冒险。好你个沈相，没想到你竟然躲在凤栖阁！昭阳，你给我出来！他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他自己慌不择路闯进来的。妹妹强扭的瓜不甜，这是何苦呢？我管他甜不甜的，不甜我就蘸酱吃。殿下这是要拿朝廷命官当粉头取乐吗？所以呢，沈御史是想以死抗命。殿下的愚弄还不至于让本官丢命，但是殿下若是再苦苦相逼，我不保证不会伤你。你敢！看来安乐妹妹今日势在必得，沈御史也是个懂得审时度势之人，不如从了吧。往后定是仕途坦荡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救兵来了。安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往日你如何荒唐？圣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圣上钦点的状元，你都敢杀？不是我，是朝阳他，是他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如果再让我知道你滋扰沈御史，就别怪我告诉父皇罚了你的10亿。你笑什么笑啊？我在笑，该让妹妹赔多少钱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知道你今晚吓走多少客人吗？哦，妹妹原来不知啊。这仙客来是太子哥哥的产业。你少拿太子哥哥吓唬我。哼，走。记得赔钱。沈御史，安乐不会再为难你了。下官多谢殿下救命之恩。沈御史严重了，举手之劳。话说回来，二殿下为什么会在仙客来？本王是特意来寻沈御史的。本王的人看到安乐把你带到这儿来了，灾情日益严重，都知司人手紧缺，不知你愿不愿意来我都知司效力啊？你先是弹劾朝阳，谏言修永通区，现在又得罪安乐，太子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如跟着我。殿下若是不嫌弃下官行事鲁莽，下官愿意为殿下分忧，只当是报今日之恩。不过就怕太子不会轻易放人，如果御史台不批调令，本王也不好应邀。殿下的意思，下官明白。批调令，下官会想办法。寒门破茧第1人，金榜题名震乾坤。莫道朱门高难远，青山亦可踏青云。放榜了，放榜了，阿姨，我去帮你看榜。看到我的名字了吗？没看到，你在找我的名字。有你，我看到了，这超好看。这不你表哥吗？你看错了。
阿爷中了，阿爷真的中了，好，太好了，阿爷中了，阿爷中了，阿爷中了。莫等喊这么大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中了状元。寒门出身，提夫登榜，何不疯癫呢？末流也是进士，小儿说说，日后阿爷去6部呢，还是3法司？寒门破茧第1人，好，金榜题名郑乾坤，好，莫道朱门高南岳，青山一颗踏青云，好。这几句诗怎么样？待阿爷100年后，小儿就把这诗刻作碑文。阿爷想的也太长远了。阿言，都3更了，还不睡？知道晚了还不去睡，管我做什么？你明早还要读书，快去快去！阿言，儿马上就要入都知司了。我不相信您真是坠崖而死。您的死因一定跟那日弹劾太子的书信有关。早听闻这朝堂风云诡谲，而周旋许久，时常感到迷茫混沌。阿爷，您当年入朝时，是否会像我现在一样，如此艰难？艰难也没关系，我好歹是第1位寒门状元，就算是死，以后在我的碑上也一定会题一首比这个更狂妄的。朔破天荒开先路，子攀月桂冠群儒。莫道朱门多贵子，寒门亦可出双珠。沈御史，这篇够狂吗？九曲黄河倒卷末，尽洗千年门第沙。昆仑杰作登天笔，战取银黄写韩家。是我眼界小了，没想到沈御史想替天下寒门发声。分内之事。狂徒！殿下前来所谓何事？我来击败一位故人。3年前我督建千佛寺，与令尊有过数面之缘。区一个8品小吏，也想弹劾我，不自量力！以修建佛寺之名，强占民田，太子以为杀了我，你的罪行便无人知晓了。战天屯粮，以大业律令，已与谋逆同罪。殿下最好适时收手。收手？父皇把度知司交给了老二，只怕已有易主之心。但此事恐有后患，我早就料到会有今日，所以才将朝阳推出去。这千佛寺，可是朝阳为圣上分忧，特此督办的。待
大局为重，万不得已之时，总有人要牺牲。这个人不能是我，也不会是你，只有朝阳，这个贱婢所生的孽种最为合适。臣明白。快点门，做漂亮点，别留下痕迹。清渠一人，风骨峭峻，是位难得的好官。可惜业外坠崖，尸骨无存，实在令人唏嘘。我不明白，我阿言只是杜之司八品主簿，平日只管誊抄文书，为何会在千佛寺坠崖？你怀疑神主簿的死，并非意外。公主知道内情，对吗？我只知道，神主簿是位好官，铁骨铮铮，不畏强权，子孝其父。想必你不会辱没这份风骨。殿下曾劝我离开御史台，昨日二皇子解围邀我去杜之司，今日你又前来告知我阿爷死，另有疑点。难不成殿下是二皇子的人，想借我之手扳倒太子，好辅佐二皇子上位？满口胡言，不知所谓。你可知与太子为敌是何等凶险？凶险何足为惧？3年前千佛寺落成之时，曾天降祥瑞，佛光普照。这佛光既能泽披苍生，也必定能照亮忠良之路，天道昭昭，公理不灭。你这天地不惧的样子，还真叫人喜欢。沈御史，杜之司你想不想去？请殿下助我。我可帮不了你，不过提醒你一句：今日太子宴请御史台一众官员，宴无好宴，沈御史可要小心了。老二跟武耀人要调沈孝去杜之司，不，舍不得。太子殿下放心，臣绝不会放他去杜之司的。这个寒门状元在御史台都没磨砺好，怎能轻易就放走啊？是啊，对呀，不急不急。是啊。监察御史沈孝到。下官沈孝问太子殿下安，太子妃安，诸公安。沈清，吾今日将3法司主事请来，本是为你入御史台接风，却不想你这新科状元抢手的很，还未入院，杜之司就来跟武耀人了。江南新贡的玉堂春，寒门子弟怕是难得一品，今日可要多言几杯。谢殿下此言，但下官看来，酒的贵贱不在出处，而在品酒之人。沈御史初来乍到，怕是不知这酒得按规矩好。
敬太公须诚心，沈御史须以此碗，请在座诸位每人3碗，连敬3拳，酒尽，方显诚意。不错，沈御史若能做到，说明你心智坚韧，放去杜之嗣历练，无或可考虑一二。朝廷重臣，为难人竟有些乡野手段，上不得台面。你要如何破局呢？既是规矩，沈某自当遵从。敬太子殿下，敬太子妃殿下，也敬我大业，国泰民安。沈御史好酒量啊！赵公，请。沈御史，敬酒得有说法，这第1碗自然是有说法。赵公不妨先听听我的。大理寺卿赵光明爱好古玩，去年私自藏下名画《江帆雪霁图》。江帆雪霁图，听闻此等珍宝已失传许久，是从太子的贡品中窃取而来的。就连太子殿下都未曾见过真品。但此等绝世珍宝，下官听闻在赵公府上，所以这杯酒，下官要敬赵公，雅兴。沈御史说笑了，谬赞，谬赞。前尚书，沈御史年纪轻轻，已经与我等同朝为官，但是在这朝堂之上，你呀还有好多道理要学呀。下官确实要学习。下官要学习前尚书为东宫修缮别院时，定是精打细算。精打细算下，500匹的丝绸耗料，竟还余300匹，接入了他族中的绸缎庄。绸缎庄多余的丝绸，想必销路定是不错吧？是，是。萧忠诚，萧将喜江南园林。江南园林是萧忠诚的心头之好。沈某听闻，价值5万的假山奇石，就在您京郊的翠微别院当中。翠微别院的一应费用，皆出自于官道修缮款，足有5万两之巨呢。敬萧忠诚为国操劳之余，仍不忘寄情于山水之间。沈御史消息灵通，老夫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。沈清好酒量。陈公，陈御史。廖公，廖御史。是。李公，李御史。明白。请您，请您。
殿下，崔驸马，下官这杯要敬你。崔敬之呢？崔敬之有什么把柄？崔敬之自幼为太子的伴读，文武兼备。久闻驸马爷文武双全，自幼便在太子身边伴读，行事有章法，是年轻一代将领中的翘楚。那如此说来，此人不是无可挑剔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沈御史很了解本官的。国玉，下官说的都是事实而已。诸公，按照规矩，我们应该再饮一杯。殿下，老臣忽感不适。哎呦，这酒怕是饮不得了。哎呦，殿下，臣救急复发。殿下恕罪，臣头晕目眩呐。今日酒宴到此为止吧。下官先行告退。殿下，臣想来，此子心急深沉，留在御史台恐是祸患呐。萧忠诚所言极是。如今二殿下求贤，臣以为当放行沈御史前往杜之司效力，亦能全殿下爱才之心。正是，圣人若知，定是欣慰，定是欣慰呀！臣附议，臣附议。竹青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如今杜之司空虚，永通渠是个烂摊子，正好让沈校过去推行以粮代钱之策。待来日粮尽渠崩，他便万死难赎。这样既可以除去心腹大患，又可以重创二哥和杜之司。说的是朝阳公主所言极是啊，正是。这话有理。好，放他过去。是。殿下英明。如你所愿，调令拿到了。这是公主府。殿下，你喝醉了，晕倒在地，是我把你捡回来的。本宫现在要休息了。谁准你脱衣服的？不是脱棉吗？脱棉就要脱衣服，穿好，上床睡觉。你说的夜夜同眠，就是这样相枕而眠？不然呢？莫非状元郎真想夜夜笙歌？在下觉得……闭嘴！殿下，如果沈某成功入杜之司，我如果有危险，公主会保我吗？
不保。你就不怕我真被妻子杀了？杜之司是你自己要去的，生死也是你自己的事。安静，本宫要睡觉了。李叔，你真是我的结束。儿臣朝阳，恭请圣安。朕不安。儿惶恐。惶恐？你面上看着乖顺，手却伸到了朕钦点的寒门状元身上。本宫昨夜睡得极好，这些少你的。看来殿下是真的把沈某当成……也好。那就多谢殿下这些赏赐了。就劳烦你把这些东西都悉数当了，所得银两就为城外那些灾民增添粥棚，为那些同门同窗增加一些笔墨书卷。来源？来源自然是干净的，姑且算是劫富济贫吧。这些先不说，不过今日有一个真的劫富济贫的事要跟你商谈。你刚入都之司，便要涉险了？知我者乐生也。既已攀得高枝，又何须涉险呢？这些黄白之物，说到底，也只是人家施舍于我。不过真正能以性命相托的，唯有挚友。乐生也不一样。说吧，什么计划？你想查太子司库？是。下官核查账目，发现太子以赈灾为名，雇佣大量流民，以粮代钱，本就是太子奸计。为今之法，唯有追踪崔都尉的运粮兵，查出太子司库在何处，方能破局。警醒些。是都尉。可即便查到司库所在，你又要如何证明里面藏的是我都之司的粮？殿下放心，在最近一批修取之粮中，混入了特制米糠为剂。只要他进了东宫司库，下官就一定能查出来。你竟敢！下官知道，此举冒险，但为国家计，为圣上分忧，个人安危，何足道哉？下官保证，此举
绝不牵连杜之思与殿下。好一个忠勇可嘉的沈状元，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放心去查，若有需要，本王鼎力支持。谢殿下。你自己要去作死，可怨不得本王了。陛下，您的药来了。朝阳公主觐见。儿臣朝阳，恭请圣安。朕不安。儿惶恐。惶恐？你面上看着乖顺，手却伸到了朕钦点的寒门状元身上。朕开科举拔寒门，是为了给朝堂换血，不是让他们去送死。你推沈孝去杜之思，是想干什么？父皇，世家借灾情，囤积居奇，引发国难之灾。太子哥哥被世家蒙蔽，不懂父皇的良苦用心。儿臣受父皇提点，应当为太子哥哥多筹谋。如今旱情严峻，民心浮动，儿臣望见沈孝之能，为朝廷追回国堂，以安天下。也希望太子哥哥能明辨人心，明白父皇的良苦用心。你倒是还记得。儿臣不敢忘。霞光普照，佛光漫天，朕大兴土木，民间怨声载道。你这借天象显化的吉兆来得巧啊！想要什么赏赐？儿臣不愿求赏，唯愿为父皇分忧。说。儿臣督建千佛寺时，偶然截获杜之司主簿沈清之的奏书，满纸皆是构陷诽谤太子的荒唐之言。儿臣惊奇之下将其焚毁，不料此人日前竟意外坠崖。儿臣恐此事有蹊跷，若被有心之人大做文章，只怕有损朝堂体面。微末小吏构陷储君，死不足惜。朝阳，你做得对。你比朕想得更聪明。太子身边正需要你这般明事理、知轻重之人。往后，太子之事，你需多劝解、辅佐。朕希望你这份聪明，永远用在该用的地方。儿臣遵旨，定不负圣意。太子草菅人命，不配做未来储君。若真想换掉他，就得让圣人抓到他更大的错处。这绝不是一个胸怀正义的小吏几封弹劾信就能做到的，得让圣人容不下他。即便是为太子为社稷考虑，让沈孝去查，也太冒险了些。朕可以准他一试，但你也要从旁策应。儿臣定护沈孝周全。儿臣告退。沈孝
现在释迦蒙帝利用太子已经做事，你若死了，便能让太子和圣人彻底对立。永通渠一事，你解决与否，都定能为打击释迦做出贡献。警醒些。是。不是杜之子的量。这不是神主事吗？擅闯公主粮仓，是想从这些米袋里找到什么秘密？本官倒是小瞧了状元郎。既然你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就别怪刀枪无眼。杜伟受伤了，拦住他！杜伟，你没事吧？风萧萧，烈火灼，燃尽我，拥抱我。一层层不如金色多，一举破因果。金层层海浪灼，撕碎我，惊魂我，偏偏雨如墨染我成果。何时双手一梦春秋，破晓长空，金丝玉柔，金衣追！是。想不到殿下骑术这么好。我也没想到神主事还能伤到崔馥嘛。站住！下马！等等我呀！转过身来。崔都尉，别来无恙。圣人亲赐途经使令。途经使？你是七皇子？臣崔敬之，拜见殿下。许久不见，殿下深夜在此荒林中，所为何事啊？夜观天象，勘会舆图。
崔都尉率兵夜奔，又是在追索何人呢？臣正在追捕一名要犯，殿下可看见过什么可疑之人？不曾见过。崔都尉是在怀疑我？臣不敢。既然不敢，就别跟着。都尉，我怎么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七皇子啊？他生来白发，被视作不祥。7年前奉旨离宫，怎么偏偏这个档口回来了？还是沈孝逃脱的时候。此人不对劲，叫人暗中跟着他，查清他的住处，还有跟什么人接触。去吧。是。救沈孝之人，应当是个女子。你把崔静之想得太蠢了，你可知你今夜闯的是谁的死库？是我的。你还笑？你不是不想死吗？殿下说过不管我了，为何今日还要冒死相救啊？圣人命我保你。那若非生命，殿下真的舍得我去死？殿下别生气，今天是我冒进，才会落入陷阱，我该思虑更周全的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殿下还是担心下官的。懒得理你。混账！我是驸马，公主的请歌还拦得住我吗？让开！快躲进去！谁在屋内？你干什么？给我进去！快点进去！朝阳，谁在屋里？驸马，你不能进去！朝阳！本宫的规矩，驸马好像忘了，竟敢夜闯公主府！有人夜闯公主府粮仓，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当然要探查一番。哦，驸马着人看管粮仓，竟还有人能来去自如，看来此人非同一般啊！小小之徒罢了，若让我抓到，必将他碎尸万段。你受伤了？伤我之人，怕是沈孝。你从来不穿外袍就寝，怎么，今夜出去过？驸马从未夜宿公主府，说的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。救沈孝的人是你。驸马脑子莫不是坏掉了？
我若帮沈笑，岂会蠢到让他去闯你重兵把守的司库，然后亲自去救？驸马这脏水泼的可不高明。你总疑心我和沈笑，是盼我坐实了，好给你的新外室腾位置吧？如今我已无外室，青罗我也敢出府了，不会有旁人。算了，我很确定，救沈笑的是个女子，身形与你相仿。驸马连我的身形都记不清了。我没有和你说笑，太子最讨厌的就是沈笑。你要是再和伤你的，当真是沈笑？那他还真有几分本事啊！说，若非我知道你恨我，我还以为驸马是在拈酸吃醋呢。你也受伤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受伤了，你也不管我了吗？从前都是你把我伤要的。那是过去，那时我有心攀附于你，才日日守在冷宫外替你包扎，这样我便有机会能旁听太傅授业，靠为太子代笔，博太子清言，伺机脱离冷宫。不可能！只是切磋而已，太子哥哥怎么下这么重的手啊？没事的，殿下是君，我是臣，哪有臣子责怪君上的道理？说到底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我们这些近臣，与家上鹰犬并无不同，只要主子高兴，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不对，怎么不对？为君者，应当以德行御下，以人心服众。即便是太子，也不该以折辱他人为乐，更不该轻贱为自己效力的心腹。你虽是太子的伴读，但你更是你自己。李叔，待我明年随军拿了功勋，我就去求陛下。到时候，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太子也不行。刀锋落地，随心跳声音无人倾听。战场凶险，你一定要当心。为了你，我定会平安归来的。化作你小小的泡影，尘埃落笔，再回头瞬间却来不及。我们以前不是这样的。飞雪满天地，情无迹。是驸马记错了吧？我是个处心积虑的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就是个从冷宫里爬出来的卑贱孤女？我大婚之夜，你说得很清楚。最伤人不过爱恨知己，我们之间何至于此？放开我！放开！驸马从未夜宿公主府，说的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啊。你总疑心我和沈笑，是盼我坐实了，好给你的新外室腾位置吧？别说，
若非我知道你恨我，我还以为驸马是在拈酸吃醋。放手！我们之间何至于此？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都过去了，何必再提？沈啸不是我救的，你找错了人。我累了，你走吧。早些休息吧。他曾在大婚之夜上折辱你，还有过外事。有什么可惊讶的？天下男人不都这样吗？都这样便是应该吗？不应该便不会有吗？殿下跟驸马可还有情？没有。既已情断又已合理，为何还要纠缠不清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一个面首，也配过问本宫的人生？若不敢只是做个面首呢？你发什么疯啊？听不懂本宫的话吗？做好你该做的，别惹祸上身。我身上的祸啥还少吗？我明白，殿下跟驸马不是寻常夫妻，只有太子到了，你才有真正的次要之身。我该做的事，一件都不会少办的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拂袖清风还归程。明月照一城，只为你一人俯首长征。这沈贼，不，沈主事吃哪妙人也？奴婢原以为是沈主事把公主的心窃走了，现在看来，是公主自己把心掏出去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公主，您头七又犯了，今晚没了沈主事，不会又做噩梦吧？要不奴婢还是把沈主事叫回来吧，沈主事可比什么丹药都管用。什么沈主事？是沈贼，多管闲事的笨贼！七皇子秦游历山河，携宝进献，圣人欣慰，邀群臣及皇亲贵眷共赏，同沐天恩。儿臣远行归来，特备三物，进献父皇。
此乃第一物，乃江南万民仓今年所收最优之米，粒粒如玉。此前关中大旱，儿臣听闻，心中惦念，特取此米进献，愿我大业五谷丰登。关中大旱，此物确是吉兆。好啊！父皇，此乃第二物，儿臣途经陇西，见一无名古碑，刻有百年民谣，颂父母恩，祈家国安。他印献上，愿父皇福寿安康。此物质朴，玩儿有心了。父皇，请看最后一物。这最后一物，乃大业风物图志。儿臣离宫后，游历大业河山，将所见山川城池、风土物产，揭录于此。眼下虽已完稿，但仍尚需精修，请父皇准允儿臣于千佛寺闭关，潜心续会，早日成于御前。好啊！大好山河尽在我儿笔下。传旨，此七皇子李琴西域共没10挺，共断100匹，准其御前行走。你就在千佛寺静室，静心绘制图志，一切用度皆有内廷之处。谢父皇恩典。七帝10年无训，一朝归来，便叫人刮目相看。皇兄谬赞，臣弟在社稷并无大用，唯能做些微末小事。好，那你便好好完成此图，莫叫父皇失望。是。长姐所绘山河，比我所画更添一分磅礴气象。3件礼物让你回到御前，也不枉10年蛰伏。眼下你只管在千佛寺静修，待沈孝将太子和2皇子搅到2败俱伤，便是你重返朝堂之时。长姐布局，乐生绝无质疑。只是，长姐不打算将我们的计划告诉沈孝吗？我当初将他荐于你，如今却置他于险境而不顾，心中实在难安。我们将彼此视作挚友，只是此事一直瞒着他。你将他荐于我，殊不知他为了谋仕途，也做了不少狠事。此人心思深沉，出手决断。若他和我们的目的一致，你的身份他自会知晓。若他与我们的目的不一致呢？你将来是要坐上龙椅的，不应该拘泥于小情。不过我答应你，可以保他一命。记住，这条路辜负谁，都不能阻挡我们要达成的目标。乐生明白。这个一出生就克死生母的晦气东西，父皇从小就把他看作灾星，一日朝堂都没有上过。吾就不信，就凭这3件破东西，他能翻得了身？难道说，他也想学老二一样，来跟吾争权夺位？笑话！七皇子此时回京，时机太过巧合，沈孝刚露头，他就出现。绝非偶然啊，殿下。他跟沈孝还有勾连，还是说，他就是回来协助老二的？现在沈孝和2皇子摆明着想抓殿下的错处，好在我们早有准备。至于7皇子，他在朝中尚无根基，虽不足为惧，但还是要提醒朝中老人，免得对他动心思。是该给这些人警醒一下了。
3日后臣妾的生辰宴，就是个好机会。今日邀诸公赴宴，并非为本宫虚诞，而是国逢天灾，东宫院设立义仓，以备国需。作为表率，东宫愿意率先捐出10万担粮，望诸公同心。什么以备国难？太子趁着乐生回朝的关头，借着生辰宴把朝中中立派都请了，不过是想绑死世家，向父皇示威罢了。正是愿随。安乐也愿意支持太子哥哥。丧氏愿随，丁氏也愿随，白氏愿随，下官愿随，下官也愿随，下官也愿随，下官也愿随。敢问这义仓之粮是由杜之司调度，还是听东宫首领？二弟，你这是在质疑乎的忠心？殿下忧国忧民，天地可见。下官沈孝，特来祝贺太子妃福寿安康。下官听闻太子妃要捐粮建仓，择批苍生，下官敬佩，特地来送贺寿之礼。这是米丹。这分明是泥土，你敢羞辱本宫？并非羞辱，此乃民间实情。如今百姓所购官粮，都是米中参土，土中拌糠，此物不正是彰显殿下您建义仓之急迫？狂妄庶子！拿下！诸公，你们可曾听到外面百姓的哀嚎之声？殿下，不好了！才民听闻太子妃生辰宴失周，已围堵了府门。反了！不能再查了。太子攥死了永通渠的施工进度，分明要拖垮我杜之司。渠要修，粮就得出。杜之司的账拖不过去。粮？哪儿来的粮？太仓的军粮能动吗？皇亲、世家、勋贵，他们手里还有余粮。只有向他们征粮，太子的计划才能破，永通渠能修，百姓才能得救。征粮，从世家勋贵口中夺食，是自绝于朝堂，没人会做这种事。臣愿意，但臣需要一道圣旨。要得到圣旨，臣得先去太子那儿借一阵东风。反了！
是这一张吗？是的吗？可怜我们！擅闯府院者，一律按暴民处理。他们是百姓，不是暴民。太子仁德设宴，不正是为了解民困吗？不错，本宫今日设宴，本就是为了赈济灾民。来人，设粥棚。杜之司审校接旨，太子妃寿宴赈灾，朕心甚慰，特命杜之司、杜之主事审校持胄征粮。自王公以下，凡爵列超品、禄饷千担者，皆须量力捐书，以补国用之急。时间方急，民命攸关，助国纾难，方显忠贞。尔其个体振兴，共戮立焉，勿负朝廷仰视之恩，钦此。臣审校，接旨。沈校奉命征粮，你听说了？不止听说，我都半个月没见着人了，害得我这段时间都没睡好。儿臣略有耳闻，听闻沈校近日奔走于各个世家高门之外，可成效甚微，至今所征不足5万担。不足5万担。沈校是替永通局征粮，更是替朕征粮。这些人是在打朕的脸。朕要你带头捐粮给沈校。你是朕的女儿，又是崔家父，与东宫亲近，你动了，那些世家皇亲才知朕的心意。你10亿罪俸几万担，与你无碍。父皇，儿臣的10亿和安乐妹妹是一样的。安乐怎知朝堂艰难呢？他怎能与你相比呀？儿臣遵旨。看来父皇是想通过我来敲打太子和一众世家了。小雀，小雀别跑！小雀，哎，小雀。别跑了，小雀！公主，贵人饶命！贵人饶命！小雀怎么了？我方才说要教他识字，他就逃了出来。贵人姐姐，我不要识字，阿哥只是偷学了几个字，被主家挖了眼睛。你救了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别让我读书。贱籍！主家又在何处？逃亡时，主家病死了，待我逃到这儿，他也累死了。原来如此，大业律法，只有2名以上才可读书习字。
剑姬若读书习字，以剑月论主，难怪你会怕成这样。从今天起，我为你脱剑籍，你可以读书识字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公主金口玉言，定是不会骗人。我们去书房吧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起来吧。走，我们去书房。小雀走错了，这边。来，这边。真跟小麻雀一样。所以我才叫小雀呀。婆婆说我灵巧，才总能抢到吃的，要不早就饿死了。以后我们就不用抢了。张姐真的要带她回去？世家瞧不起寒门，新贵瞧不起平民，平民瞧不起贱民，可贱民连人都算不上。我们又好到哪里去呢？不过是宫里的贱民。老生，这世道真的烂到根了，所以该变了。圣人命我主动捐粮给神孝，他们不去逼太子，却来逼你，岂不是让你公然和太子作对？我本就是颗棋子，与父皇太子都一样。太子未失圣心前，这粮我必须借。张姐可有万全之策？没有，但如履薄冰久了，自然也有些经验算计。这沈孝征粮一圈，也该征到我门前了。如此，我便借他走一步险棋，既能稳住圣心，又能打击东宫。姐妹们，这牡丹花是我的了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就是，公主在呢，哪轮得到你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吹公你倒是拉呀！打脸了吧？就是，我来。没想到，我肯定比你厉害。你这太没中，主要是太远了，就射不中。公主啊，小雀，那些贵人都在做什么呀？穿花问心。那只花球中呢，有一只牡丹花，牡丹一放压千红，万种风华败下风。那只牡丹花便是今日的彩头。公主，你叽里呱啦的说的什么啊？好厉害啊！我也想当读书人，我也想那么厉害。读书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，舆图上的山河，游记里的风土，史册中的兴衰，都是当年我为了活下去，当上太子的伴读，替太子抄书才学到的。那我以后亲自教你读书写字。谢谢公主大恩人。真乖，起来吧。殿下，神主师求见。神主师，神主师，他就是神主师，好像是。殿下，神主师到了。是他呀。真是俊朗啊！是跟公主一起救我的那个贵人。这个像传闻中说的那样。殿下，臣持征粮诏，前来向殿下征粮。原来是征粮这事儿，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没想到是神主师亲自来。
正良见征了，仙客来了，可不说呢，争到这儿来了。你我许久未见，一见面就要说这么扫兴的话吗？朝阳兰害羞，什么情况？沈主事既然为了征粮而来，那便说说，根据征粮诏，本公主要交多少粮？据诏令，殿下要交3万担粮食。3万担，我1年食役也就1万担，你一开口就要3万担，相当于要了我3年的家底啊！这数目是根据公主名下的田产总和而定，殿下呢，是应该多交一些。听说安乐公主先前对沈主事有意，沈主事却不愿，如今看她这般样貌，才懂为何。朝阳姐姐，我看你对沈主事也有几分意思，莫不如就给她3万担，且看沈主事愿不愿意。公主你就给她吧。沈主事身价甚高，本宫可消受不起啊！殿下，在臣看来，这里可不是什么秦楼楚馆。想要粮食也不是不行。这3万担哪有那么好要？就是。这花球中的牡丹便是彩头，你若能摘得，就拿牡丹换3万担粮食。此话当真？沈主事若不信，那便可以离开了。殿下不会不管那些百姓的，对吧？好，殿下既然要玩，下官就奉陪到底。等等，把沈主事的弓拿来。殿下早就知道我会来。恭候多时。沈主是好身手。这花真的能跟殿下换3万担粮食吗？你前脚来，后脚太子的人一定会来。你猜这粮，我能不能给？不能。你不生气？气，但我知道你更气。我气什么？你气我失约，气我半个月未与你赴约。所以这花就送给殿下，当做赔礼。愿赌服输，公主殿下可要交粮了呀！殿下，东宫的人到了。沈主事，失陪片刻。殿下，
殿下，沈主事，您别走啊，再玩会儿嘛。沈主事，沈主事，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。公主，你和沈主事看起来关系匪浅呐，老奴也是有些老眼昏花了，还不知回去怎么向太子殿下回信儿了。公公看的没错呀，我近日闲得发慌，这沈主事来借粮，我就借着话头逗逗他。这寒门状元呢，你给他点甜头，他就摇尾乞怜，玩腻了打发了便是，不然这日子怪无聊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正是，正是。回去告诉太子哥哥，我一粒米都不会给他。难道这沈孝还敢抢我万年县的粮仓不成？公主说的是，那奴才禀明太子，就说公主您心中已有成算。沈孝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开门！快点开门！谁呀？杜之司主事沈孝，奉皇令征粮。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知道这里是谁的庄子吗？这儿是朝阳公主的粮仓。本官找的就是朝阳公主的粮仓。运粮。驸马，不好了，驸马，驸马，沈孝去抢公主粮仓了。4、5、6，雀子，您昨日教小雀是有4条痕啊。哦，那可能是我写错了，你重新再写一个。公主，万年县来人了，说有大事求见。小雀，我们回房间继续写。在外头回话。殿下，杜之司带着兵丁仗着有皇上的征粮诏，冲进庄子抢粮了。前几日，殿下调走了万年仓大半的人，我们剩下的人实在是难以抵挡，还请殿下点派人手。不必了。杜之司捧着圣令抢粮，难道我还要和父皇对着干？退下吧。是。殿下，驸马带着近100个精锐朝万年仓去了，沈主事怕是要搭上小命了。哎，都搬走，快点！全部人停下，把他放下，动一动。沈主事是在征粮还是抢粮啊？即便是抢粮，抢的也是朝阳公主的粮，跟崔都尉有什么关系？就凭我是朝阳的驸马，是吗？据下官所知，崔驸马在外豢养外室，与朝阳公主殿下离心离德，这样的驸马，下官还真没见过。沈孝，你找死！沈某已立下军令状，与这3万担粮共存亡。若崔都尉执意阻挠，不妨就此取我性命。崔都尉不敢动手，那下官可就要把他的这些粮带走了。
给我以命相搏，我的命可比崔都尉的贵。让他把梁带走。你护着他，放他走。抢梁已是死罪，你护着他，他更该死。沈相，粮食本宫给你，走。崔敬之，放粮。听令，放粮。是，运粮。你敬宗沈孝抢粮，我是在救你。沈孝持圣诏行事，他虽逾矩，但若死于你手，便是滔天大罪。所以，你是在为我着想？信不信由你。好，我信。既然你是为了我，明日我便以纵兵劫掠、刺杀公主的罪名参他一本，恰可助太子铲除心头大患。沈孝必须死。他何时行刺过了？这便是他行刺的证据。我们说是，他便是。除非你舍不得。随便你，你想谈何便谈何。沈孝与我何干？我只是不愿与圣意作对罢了。那便好。提醒驸马一句，我这万年仓失守事小，若太子的粮仓也有闪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速调精锐增援太子粮仓，严加看守。是。走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哇，公主好狠的心呀！就这么把人戏耍一番，气走了？这沈主事看起来真不像演的。不如此，怎么逼他下定决心去抢我的粮啊？抢粮？不过抢粮是幌子，我的真正目的是让崔敬之乱中出错，暴露太子粮仓的位置。但愿他这回真能做一次神贼。事成之后，我再哄哄他吧。滚开！我要见朝阳。公主休息了，不能进去。连你也敢拦本王？公主休息了，不能进去。公主休息了，谁也不能进去。走开！我说嘛。二哥怎么行如此大礼？狗东西！我不是狗，是雀。
吃饱了就是有价。本王真是昏了头了，竟会相信你会真心为我解忧。原来你一直在帮太子算计我。二哥是说沈孝抢粮？难道不是二哥欠我一个道歉吗？你这是沈孝所为？他何时行刺我了？我们说是，他便是。是。他竟敢行刺公主！沈孝瞒着二哥抢粮，不正是想把二哥干干净净的摘出去，不愿牵累你吗？他是为了度之思，二哥你不保他？保他？他这是陷我于不义。行刺公主这么大的罪，他担得起吗？不出意外，明天父皇的案头上，弹劾本王和沈孝的奏折一定堆积成山。到时候太子定会借机置我于死地。恰恰相反，弹劾二哥的人越多，二哥便越安全。父皇最忌惮的，不就是世家老臣和东宫沆瀣一气吗？二哥明日力保沈孝，或许能令父皇高看。让我想想，你先休息。这个沈孝真会给我惹麻烦。你还敢来公主府？殿下请坐。不管事出何因，殿下都不该伤了自己。你能不能活到明日都尚未可知，还担心我？我当然担心你了。刀剑无眼，恳请殿下以后别再用这样的招式了。我还不是为了救你。所以殿下的意思是，今夜舍命相救，是因为殿下你别自作多情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你知不知道，崔静这样拿我受伤之事诬告你行刺，你可有对策？事出突然，毫无对策。不过他明日想伙同殿下一同咬我，殿下只管狠狠地咬就是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行刺皇室是死罪？与太子对立，本就是一只脚踏在了黄泉路上。只要征得粮，入了国库，那沈某这条命，舍就舍了吧。臣何奏：度之司度之主是沈孝，此人假借征粮之名，纵兵行强盗之实，夜闯皇室田庄，重伤公主，其心可诛。这沈孝真是胆大妄为，必须严惩。分明是藐视天下威严，是死罪。对，是死罪。如此大逆不道，必须死罪。复议，复议。宣朝阳公主李恕，度之司度之主是沈孝，上朝觐见。真是大逆不道，竟敢行刺公主！小小寒门庶子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！与尔同朝为官，二皇子撑腰，敢如此胆大妄为！如此庶子，今日必不会放过你。驸马所奏，劫粮伤人之事属实。
是，儿臣受了些惊吓，现已无大碍。陛下明察，沈孝纵兵劫掠，欺辱公主，藐视礼法，3罪加身，罪不可赦。沈孝，今日百官弹劾，你有何辩？臣有罪。臣罪在不该以为诸公身居高位，也能看见关中百姓千里饿殍，也能听见百姓们因此而时的哭声。臣罪在以为民为贵这3个字，不只写在圣贤书里，还能刻在诸公的心里。你们弹劾我劫粮，这粮就是我劫的。他承认了，他自己承认了。因为不劫这粮，那3万担粮就要烂在公主的私库当中。明日关中内外千万百姓都有可能化为森森白骨。诸公还在论规矩，讲颜面。我想问问诸公，是你们的体面重要，还是百姓的人命重要？沈某要在这为那些百姓问，为天地公理问，为这些官袍问。诸公，今日若是杀我沈孝一个人，就能让诸公睁开眼睛，看看外面的炼狱；若是杀我一人，就能救下这帮百姓。那臣恳请陛下，现在就杀了臣。若是杀我一人，就能救下这帮百姓，那臣恳请陛下，现在就杀了臣。巧言善辩，简直狂妄之极。父皇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沈孝之罪确凿，可他一个区8品小吏，若无人倚仗，怎敢如此猖狂？其背后是否另有主谋？恳请父皇明察。父皇，儿臣只让他征粮，沈孝罪无可恕，应当罢官流放，以儆效尤。废物，竟然如此无胆，真是白瞎了我昨晚那番话。二殿下御下无方，难辞其咎，恐不堪杜之嗣重任。陛下，这些事都是臣一人所为，与二殿下无关。你说无关就无关吗？圣上，沈孝为官3月便如此狂悖，臣恐国本动摇，恳请暂缓荆轲授官，重审选才之法。臣等附议。这帮老贼不仅要杀沈孝，还想借机废了寒门晋升之路。沈孝行事狂悖，触犯律法，革去度支主事之职，押入天牢候审。罪臣沈孝，
谢主隆恩。九曲黄河岛卷幕，尽洗千年门第沙。昆仑杰作登天笔，战取银皇写寒江。没想到沈御史想替天下寒门发声。分内之事，这佛光既能泽披苍生，也必定能照亮忠良之路。天道昭昭，公理不明。与太子对立，本就是一只脚踏在了黄泉路上。只要征得粮，入了国库，那沈某这条命，舍就舍了吧。朝阳，哈臣在。朕的征粮诏颁下多日，沈孝持诏求见，你却连3万担粮都不给，你是瞧不起沈孝，还是瞧不起朕的诏书啊？哈臣不敢。沈孝当日弹劾你，句句在理，他是为朝廷分忧，可你呢，不知民间疾苦，反将一心办实事之臣逼至绝路。朝阳听旨，违抗征粮诏，论罪当罚，3日内再交5万担粮。儿臣遵旨。父皇对沈孝，这分明就是在明罚暗保。既入天牢，生死便不由天了。一个寒门出身的罪臣，在狱中疾病暴毙，或畏罪自戕，很正常。圣人即便震怒，也不会对一个死人深究的。父皇岂会任由他看中的寒门状元就此丧命？你糊涂！那夜若不是你拦着，我岂会让他抢走那3万担粮？何至于有今日？哦，竟还有此事！他拿着圣人的征粮诏，我若不拦你，今日下狱的便是你崔驸马了。区区沈孝，便是拦了又如何？你这是在长他人志气吗？太子莫急，我倒有一个法子，可以杀了沈孝。妹妹亲自去一趟，你是此案苦主，由你前去探视训斥，再合理不过。你亲自动手，了结了沈孝之后，再布置成其无颜面对公主，畏罪自杀之下，可好？朝阳，你可愿意为了东宫了结此患？嫂嫂思虑周详，臣妹自然愿意。做干净点儿，我会派人跟着你，别想耍花样。你当真杀得了沈孝？东宫有令，我自当遵从。李恕，这里没有旁人，我只问你一句：下得去手吗？他伤我在先，我杀他是报仇，亦是尽忠，有何下不去手？你瞒不了我。你看他的眼神不一样。怎么，
驸马不谈仕途经济，不论登功得失，反倒计较起我看人的眼神，这可不像你啊！此人本就和我毫无关系，我不愿双手染血，但驸马非要逼我，那我杀了便是。这样我就变得更脏，更像你们，不是吗？朝阳，你。 殿下，你抢了我的粮，害我被圣人责罚，更被太子猜忌。我是来杀你的。殿下既要杀我，就不该犹豫。一笔之伤痕，映月青山眉，寥寥浮生愧，如梦如回。翩翩落掌心纹，一目灯火深，繁华笑成魂。殿下杀了，若能为殿下证明清白，沈笑这条命可算物尽其用。 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染繁星一尘风雪一生，寸寸草木生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俯首清风还归程。一个将死之人，只为你一人，谈何价值？我死了。 你会不会有一丝难过？关中旱灾月余，世家权贵蛇鼠一窝，无人在意我们的生死，唯有神主事，为解救关中旱灾，不惜屡次得罪权贵。 放了沈主事，对，放了沈主事，放了沈主事，放了沈主事。这就是你的退路？你以为凭几个寒门煽动民意，就能和太子抗衡？大胆妖民，把带头的给我统统拿下！ 声响，青丝一曲心弦绕，沙沙作响，叩心门轻唱。一步一回望，片片灯火阑珊望。 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烟火波长，明月光，落在他心上，水中灯。茫茫海路上，遥遥心事我。所以这花就送给殿下，当做赔礼。我当然担心你了。 刀剑5年，恳请殿下以后别再用这样的招式了。殿下别生气，今天是我冒进，才会落入陷阱，我该思虑更周全的。你可曾看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笑我。
孝虽行为狂悖，然其心系民生，竟致万民泣血，怜悯请愿，朕承天命，抚育万方，念及于情恳切，特示天恩，着即赦免，钦此。殿下，这公公不必惊慌，把你看到的如实禀报圣上即可。是。你受苦了。多谢殿下大救。刚才差点就亲手杀了他，他如此信我，甚至敢以性命相夺。若是知道他父亲的死与我有关，会恨我。受伤了。儿臣入宫时，恰逢宫门外有人骚动，崔驸马派兵镇压，儿臣不慎沾染误忌。为何骚动？儿臣不知。李斯，李斯。禀圣人，是寒门学子与百姓为沈孝请命阻塞宫门，太子命崔驸马出兵镇压了。为何无人禀报？圣人息怒，此事禀报御前还未核实，不敢妄造。岂有此理！这就把沈孝给放了，就连刺杀皇亲这样的罪名也可以轻饶，那到底还有什么规矩，是他寒门不能破的？是臣妹无用，若动作再快些，甚至到之前便能了结。殿下息怒，沈孝虽已逃过一劫，但经此一遭，声名已损，锐气已折。二皇子将他推出去顶罪，圣心已对其不满，沈孝怕是孤木难支，不足为患了。百姓聚众请愿之时，分明已被我们按下，是如何一夜之间能直达天听，还闹得满城风雨？七皇子昨日又恰巧入宫觐见，他这途经使怕是没闲着，他在暗中动作，所图非小啊，殿下。老七毫无疑中，他也敢有如此野心。禀殿下，李公公在外传陛下口谕，即召朝阳公主入宫觐见。你让沈孝去杜之司，犯下大错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让你二哥成为众矢之的，好叫朕看清这满朝文武究竟有多少人与朕离心，这才是你的本意。父皇，刮骨疗伤，剜脓治病，儿臣今日的罪过，不过是把烂透的伤口戳在父皇面前。父皇若不想疗伤，任由伤口烂下去，直到心子底子都烂透了。
儿臣今日便是做错了，任凭父皇处置，绝无怨言。可若父皇想刮骨，想剜弄，儿臣会是父皇手中的一柄好刀。好，好个朝阳！若太子有你一半见识，朕也不至于这么辛苦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想做的事，朕准了，但切记，太子是国本，他的体面，便是朕的体面，你要有分寸。圣上虽还舍不得动储君，但他已清楚，太子和世家在大业埋下的毒疮，需要有人一点点清除。我和沈孝，就是这个人。至于沈孝，去缓和一下吧，他是个可用之人，该为大业留下。朝阳，朝阳，去吧。儿臣谨记。沈主事。东西放下，退下吧。下官多日未曾赴约，殿下竟亲自前来，还带了这些厚礼，下官还真是受宠若惊啊。你如此一说，本宫的确也想把东西收回去。不过我是奉圣旨来给沈主事道歉的，这些都是我的赔礼。道歉？下官未曾在殿下身上感受到一丝歉意。这些珍玩珠宝还买不来沈主事的一句捐弃前嫌吗？沈主事之前不是还感谢我的保全之恩吗？下官只知道，我问殿下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殿下到现在还没回答我。公主，公主，你看我找到了好看的画。沈主事，这些是你画的吗？好漂亮！公主，你看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更漂亮。沈主事，你画的真好，也给公主画一张吧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可别说了，这些是与沈主事相亲的女子画像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快走！下官这个住所实在是太乱了，我去收拾一下。哎，别收啊！我当沈主事是病重才高价寻我，原来是为了躲亲戚，好潜心钻研这美人谱啊！我还没来得及看呢，这些都是官媒塞过来的。看啊，为什么不看啊？你既是我怀正经养着的面首，选先父这等大事，我自当替你好好参谋参谋。你放心，我眼光好得很。那就劳烦殿下多费心思，帮下官好好挑一挑。
这位孙小姐，样貌姣好，性情温婉，才学意识不俗。只可惜，人家早已心有所属，沈主事怕是不好介入吧？是吗？下官倒是觉得，既然这位孙小姐并未谈婚论嫁，那殿下怎么就知道沈某不能夺人所好呢？倒是你能干出来的事。这位李小姐也不错啊，出身武将世家，自小习武，性格直率爽朗。不过她素来喜欢健硕魁梧之人。啊，我觉得这位李小姐平日里一定看腻了那些舞枪弄棒的莽夫。再说论功夫，我又不差。哎，这位张小姐，这位我熟，仙客来的常客，最爱摇头子推牌九，酒量更是无人能敌，10个大汉都喝不过她。像你这样无趣的人，沈家怕是看不上了。妙啊，真是个妙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殿下知道的，沈某最大的优点就是学得快。殿下知道的，沈某最大的优点就是学得快。你可知张小姐还喜欢什么？她喜欢看书家一件件脱掉衣服，直至脱得一丝不挂。殿下是担心我学不会了吗？沈主事哪有学不会的事啊？你倒是能屈能伸，为了心上之人什么都肯学。只可惜你这般逢迎讨好，能得几时新鲜？只怕张小姐几日就腻了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会腻，所以殿下才着急把我推出去。我何时说过腻？殿下没说完，那就是喜欢。谁喜欢你？殿下又不喜欢我，没办法，那我只好随便找一个吧。反正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。你敢？殿下再自然是不敢的。殿下心有九曲，心中喜欢藏事，不愿意对我说，我都习惯了。反正殿下瞒我的事情，也不止这1、2件，所以也就不差这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七皇子的事，殿下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七皇子，你从何得知？你早就知道乐生的身份。那幅被圣人赞不绝口的大业风物图志，我曾在乐生那儿见过。我甚至还知道，资助那些寒门的贵人，其实就是殿下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我没你想的那么高尚，培植可用之人，不过是给自己多备几条路罢了。君子论迹不论心，殿下能帮这些寒门，
已经是功德一件。下官今日才想明白，殿下既不是太子党，也非在意二皇子，所做一切，都是为了扶持七皇子。既然沈主事都知道了，那可愿意助乐生一臂之力？如果是乐生的话，我定然全力助他。只是殿下，你大费周章扶持七皇子，到底是为了从龙之功，还是你有其他私心？私心自然有。我想要那些如我一般的人，不再仰人鼻息，命数飘萍的活着。我相信，乐生是位明君。殿下所求，亦是天下无数个神孝所求。既是如此，下官定当全力配合。千佛山往东30里，太子粮仓，你还敢抢吗？不敢。这次要找一个稳妥的办法。那就静候佳音。沈主事。公主，你的私心臣已知晓，臣的私心，你何时才肯看一眼？快，我有急奏禀报太子。何事？殿下，西郊粮仓出事了，沈孝昨夜带着杜之思的人将粮押走了。这无主粮仓里竟有足足50万担粮，里面还藏有永通渠的粮，民不聊生，还有人中饱私囊。说，谁贪的？太子，杜之思批给永通渠的粮，为何在此？父皇，此事蹊跷，粮未必是从渠上流出，或是杜之思早有疏漏，请父皇明察。禀父皇，此粮由崔侍郎签押，与杜之思无关。够了！你二人只知推诿私有。陛下，臣愿查此无主之粮，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好，朕擢你为正五品治书侍御史，协理三法司查办此案，务必水落石出。臣领旨。臣领旨。父皇要查，你们打算怎么查？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怎么查呀？不能查呀！这我，殿下，当下唯有拖。三法司按序勘验，拖上不能拖。萧忠诚难道忘了圣上今日之怒了吗？拖下去，只会让圣上更迁怒。这，进来。殿下，臣本主管粮务，将臣交出，此案便可了结。只求殿下能善待下官的家小。好，东宫必定厚待他。各位，好好跟晋之学一学。要学，要学，要学。臣等领命。
今天为何不来公主府？永通区度量官蔡督军主动投案，我要去提审。他只是东宫的替罪羊，你现在审，能审出什么来？只要他指认，太子就脱不开干系。他不会开口的，就算开口，一份口供也扳不倒太子。我自有我的办法。一国储军，私吞50万担粮，视人命如草芥，这样我一定要查到底。粮已入国库，足以解救万民。太子多少也失了圣心，我们要做到的已经做到了，此案可以了结了。再追下去，就是逼太子对你下死手。就是死我也要查。沈笑，你以为我不想动太子吗？我比谁都想，但我更想一击得中，等一个可以彻底扳倒太子的机会。还真是，要不然这下我们呢算是无后顾之忧了。对呀，还得是崔驸马。哟，沈御史，来得正好。蔡督军已对贪墨之事供认不讳，留下认罪书后，已畏罪自尽了。此案结了。对，结了。明日我便将卷宗呈于圣人。沈御史今日辛苦了，回去歇息吧。一条人命，一份罪状，你们到底是在审案，还是在灭口？臣直属侍御史沈笑，冒死起奏，蔡督军投案，未及审问便横死狱中，其间疑点重重，恐有灭口之嫌。三法司办案，拖沓敷衍，难逃失职乃至勾结之罪。此案关乎国本，绝非与区区督军可独立承担。恳请圣上明察秋毫，彻查到底，以安民心，以正朝纲。传圣上口谕，命治书侍御史沈笑主审无主之良案及蔡督军自尽案，三法司只可协同调查，不可逾权。如有阻拦，一并查处。臣领旨。臣领命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沈笑这个寒门贱婢，竟然连上3折，攀咬三法司。吾看，这分明就是冲着吾来的。不如直接……不可，此刻圣人正在气头上，殿下如果杀他，恐怕会将这把火引至东宫。他不是嫌蔡督军分量不够吗？那吾就送他一个分量十足的。沈御史，无主粮仓一案的疑犯来投案了。
怎么来了？沈御史不是要查案吗？那无名粮仓的看守奴杰就在公主府门下，本宫就成了本案的疑犯。他把你给推出来了。我本就是颗棋子，为什么不告诉圣人呢？证据呢？没有证据就是诬陷。那50万担粮跟你没关系。既然沈御史笃定与我无关，看来也没什么要问的，那我就睡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床这么硬，怎么睡啊？从家拿的，很干净。殿下先休息，下官去处理要事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服侍我就寝。现在？你听吩咐就是。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小雀，沈御史，这孩子说他是朝阳公主的人，我……小雀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找公主呀！健身姐姐怕你睡不好，特地让我带些东西来陪公主啊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？拿了我的钱还不让我进！沈御史好。东西我留下，你先回去。沈御史没空，小雀有空啊，为什么不能留在这儿？公主金枝玉叶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她不能擦破一点皮，也不能饿下半两肉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沈御史，这是剑心姐姐让我告诉你的。我记住了。对了，还有个最重要的事情，公主一个人睡觉总会做噩梦。剑心姐姐说，有沈御史在就没事。晚上你可一定要守在公主身边啊！我一定守在她身边。好了，你何时像剑心一样聒噪了？罚你回去抄100遍字帖，听到没有？待抄好了，我便回去给你检查。真的？我答应的事何时实现过？行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抄。公主要早点回来。对了，沈御史，公主早上起来喜欢用冷水洗脸。还有，公主吃饭之前必须喝点桂花茶。公主喝茶时必须配金乳酥啊，还得是御医摘下当天现做的才行。知道了。那殿下，下官就去处理那些卷宗了。慢着，刚刚沈御史没听小雀说吗？不能让本宫饿着半两肉。我现在饿了。好。本宫渴了。太烫了。
我困了。听我的，别查了，我怕我保不住你。不早了，睡吧。我去拿案卷，回来陪你。就知道你会如此，也幸好你没变。我当初看中的就是你这份刚直血性，但你这般人，也的确令人头疼。何事？太子将吴主粮仓一事，全部都扣在了你头上，还反陷你我害死蔡督军，意图构陷楚军。弹劾你我的奏章，天亮之前就会送到御前。事已至此，他拿你出来填坑，你还是不出面指证他吗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为太子填坑，就是我在东宫的用处。若不是这一路我谨小慎微、卑躬屈膝，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沈萧，你几岁见过死人的？我8岁见的。我阿娘病重，爸拖累我，吊死在了冷宫里。那年风雪很大，他连一卷草席都没有。可那是皇宫啊，所以这吃人的势头在哪儿都一样。求求你们了，帮帮我吧！我跪在那儿不知道几个时辰，想求一担柴，好把我娘烧了。这样，我娘也算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下辈子能去个暖和的地方。没有了娘，在冷宫的日子更难熬了，每天一睁眼就是忙不完的活。不仅如此，还得遭受恶奴的各种欺凌。但我一直记着我娘的那句话，要好好活着，一定要活着走出这冷宫。那时候，正在得势的太子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所以我拼尽了全力去接近他，讨好他。接住我这一边，我就留下你。天上的疤，也是那时候留下的。只要活下去，只要能走出这冷宫，即便是当狗，我也愿意。我这一路靠的不是运气，是算计。算计每一个人的心，算计每一步的代价。我逃离冷宫不是为了换个地方等死，而是要活着，且要活到最好。我当然要扳倒太子，但前提是，赢的人必须是我，活到最后的人也必须是我。只有活着，一切才有胜算，对吗？圣人他其实不蠢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他让你去查，不过是为了敲打太子，平衡朝局。你、我，甚至太子，都是他制衡天下的砝码。至于那50万担粮，不过是太子私藏的冰山一角。
太子屯粮的真正目的是养兵。他是储君，为何要养兵？难道圣心一变？圣心未弃太子，但也容不下世家。太子和世家绑定太深，所以想废太子唯一的办法就是逼太子反。我们要扳倒的不是太子一个人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庞然大物，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。你可明白？明白了。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父皇盛怒之下，我大约会被褫夺封号，受到惩处。但只要你和乐生还在朝堂上，我们就还有机会，还不算输。殿下推朝阳入狱，是要将50万担粮都推到他头上了吗？这本就是他在东宫的用处。蔡督军已死，沈孝不依不饶，没有人比他更适合顶罪。这一点你很清楚。殿下，够了。朝阳入狱只是开始，这一把火得烧得更旺一点才行。殿下的意思是，倘若朝阳死在狱中，遗书指控沈孝杀人行凶，一个寒门状元弑杀公主，多么完美的结局！你要杀他？他为你效力多年，你何至于此啊，殿下？他是不至于，但一个阿杂寒门也想拿捏我，我绝对不饶！殿下，此举太过冒险。公主身死，陛下必然会深究，所以要在父皇深究之前将一切定死。崔锦之，你崔氏早已跟东宫同舟共济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要葬送你崔家100年的家族命运吗？收起你这点无用的联系，今夜之后再无朝阳。臣明白了。神主不务必小心。殿下大义，下官铭记，下官定当谨慎。若能以此证扳倒杜冲，肃清赵刚，死亦无憾。神主不保重。原来都是你害的。你一直在骗我！不是我，是你让圣上杀了我父兄！不是我！原来是你害死了我阿爷！你和他们一样，都是凶手！都是凶手！是你！是你！是你！不是我！别怕，
之身吧。并无什么特殊气味啊。公主一个人睡觉，总会做噩梦。静心姐姐说，有沈御史在就没事。晚上你可一定要守在公主身边啊！原来你留我相伴，是因为我能驱散你的梦魇。你太累了，好好睡吧。我保证，那些噩梦终有一日会散尽。周阳，东宫死士，服侍兵刃皆是证据，这是杀亲大罪，我即刻面圣。尸体我会处理，我既来了，就不会让东宫落人口实。那50万担粮，我认。你认下？你可知这是什么罪？我认，是崔家私储国资，罪不至死。东宫已无你立足之地。你若告发太子杀亲，才是自寻死路。此事到此为止吧。沈孝，若真想护他，此刻息事宁人，送他安全离开才是上策。御林都尉崔敬之，坐视国难，私囤粮秣，御下不严，着即褫夺御林都尉之职，暂留驸马都尉衔，罚俸3年，以儆效尤。罪臣领旨谢恩。令敕，治书侍御史沈孝。于永通学案中勘验精详，钟情可表，特赐秘书直奏之权，奏表可直达御前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沈孝，朕命你征粮，最后虽不是征到的，但朕依旧算你有功。众位爱卿，崔氏乃是我大业建国的肱骨之臣，你们连奏保他，朕也轻判了。可若是所有世家都仰仗先人功勋盖小辈过失，我大业国将不国。休弃永通渠乃朕的旨意，再有滋事，朕必重判。崔敬之一受罚，各世家终于明白，就算是驸马，也会被严惩。
再加上圣上朝堂上明晃晃的威胁，世家各族都不用人催，自觉便将粮食送来。如今这永通区，终于能踏踏实实的修下去了。恭喜沈御史，天子进城，实至名归啊！下官见过七皇子殿下。瞒你身份是我不该。殿下应该藏得再深一些，等到未来君临天下之时，好给下官一个惊喜。你不生气？不气。我的挚友是七皇子殿下，将来会是天下之主，实乃下官之荣幸。我说了，沈御史不会生气的，你非要亲自来道歉。殿下也来了。本公主的粮悉数运来，我自然要亲自盯着才放心，免得被沈御史抓到错处，一本参到御前。若有下次，下官一定准备一条干净的被褥给殿下。你还想有下次？张姐，你们……我是沈御史的债主，毕竟他这件官服可花了我8万担粮食呢。可殿下得了世家近100万担粮，这笔买卖，殿下是赚的。下官沈孝，替大业的万千百姓，再次谢过公主殿下。如今永通渠通，便是和东宫彻底撕破了脸。太子根基未损，必会反扑。乐生，你借回余途之名，继续暗中联络宗室和中立之臣，积蓄人望。沈孝，你除了督攻永通渠，更要利用手中的直奏之权，在朝中站稳脚跟。你2人一暗一明，我们或许能博得一线生机。明白。虽是100年基业，你父亲若在，也会亲手掌毙你这个不孝子。你若再行差踏错，损及门楣，族谱除名，永世不得归宗。给我好自为之！驸马，殿下让咱家带一句话。您今日之举，着实令人心寒。殿下与你信任，助你一脉，再复荣宠，你却自毁根基。臣有罪，但臣也是为了解东宫之困。纵使朝阳再不受宠，他包庇牢狱，圣人也会查。可殿下要的，是干净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回禀殿下，臣以父亲的在天之灵起誓，臣绝无可能再忤逆殿下。但朝阳是臣之妻，他的命留给臣，也全殿下的仁德之名。
咱家自会转达。哼。好一个崔锦之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就连家族命运以及吾的宏图伟业都可不顾，色灵之魂，他竟还想保朝阳的性命。殿下，他是何人？此人曾在杜之司当职，是沈清之的旧时同僚。臣妾一直心存疑惑，沈清之区区一个主簿，何以掌握那许多东宫的铁证？遂暗中命人寻来此人。殿下，小人只知沈清之曾见过朝阳公主，不知其他。你说什么？殿下明鉴，小人不敢说谎，句句属实。拖下去！殿下，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殿下！殿下，朝阳竟然早有一心。殿下，朝阳与东宫离心离德，此患必除。崔锦之既已心软，此事便不能再经他手。左利路。是。公主，千佛寺有一事与您有关，下官在佛前恭候。霉运走开，小人走开。菩萨保佑我们公主以后再也不要被抓去关黑屋子啦！沈御史，走开，小人走开，小人走开。沈御史约我来千佛寺，是有要事相商。是，可是我只约了殿下一人。带上他们一起，好掩人耳目。走开，小人走开，菩萨保佑。小轩，能不能自己出去玩一玩，让我同殿下单独聊几句？我不去，我还要跟公主一起玩呢。真是球不送给瞎子看。哎，小雀，庙里给殿下准备了好吃的素八斋和素团子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当真？公主，那我先去上头瞧瞧。嘿。那我也先去了，沈御史和公主慢慢交谈。有什么话是连他们都不能听的？我想跟殿下一起求职上上签。你不对劲儿，你叫我来就是为了求签？来都来了，不求一阵吗？本宫不信神佛，只信自己。命数操之在我，何须问签？好，那我就。殿下还有多久才能来吃饭啊？等着吧，沈御史可没有那么快。
哎，小雀，小雀，这不能吃。能吃，这个掉地上了，公主定是不能吃了，更不能糟蹋粮食。我从前饿极了，树皮都吃的。要不是遇到公主，小雀恐怕早就是只饿死鬼了。小雀，来。小雀，吃这个新的。不行，桌上的得等公主一起来吃。李叔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叫我什么？李叔。小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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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雀，小雀，小雀。小雀，小雀，怎么了这是？小雀，怎么回事？好像是中毒了。菜团，他吃了菜团子。小雀，小雀，小雀。抽痛吗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，你不会死。快去找医馆，快去！殿下，别难过，能保证死，是爹爹舒服的事。不会，小雀不会死。殿下都会去干净了吗？去干净了，健康小雀。那这个。剑姬若读书习字，以剑月论主，难怪你会拔成这样。公主金枝玉叶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她不能擦破一点皮，也不能饿下半两肉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公主喝茶时必须配金乳酥啊，还得是御医摘下当天现做的才行。小雀。那道菜的恶毒，只是冲着你来的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公主，四面被人包围了，我们带小雀从偏门走。走，公主，我来背小雀。
太你走，谢谢太你走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建新，这离乐生不远，你带孩子去找他，让他去找救兵，我掩护殿下离开。可是，没时间了，快！你们是东宫的人，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吾本只是想清理门户，送皇妹一程，不曾想还附赠了一个沈御史。太子哥哥这是何意？那50万担粮，妹妹也不知崔敬之会替我顶罪。朝阳啊，朝阳，吾的好妹妹，这些年你在吾面前演那些乖巧顺从、贪财好色的模样，把东宫蒙在鼓里，很得意吧？吾最恨的就是背叛，而你偏偏又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今日，吾就要看着你死！看不出啊，沈御史，有趣，你们有趣得很呐。沈御史，你如此拼死相护，莫不是对他有了真感情？你可知朝阳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可知你父亲是因谁而死吗？我阿爷找到了你贪摸的铁证，被你灭口了。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那些所谓的铁证，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正是你拼死相护的朝阳公主。是她亲手将那些铁证送到了你父亲的手里。沈笑，你父亲的死，他功不可没。沈笑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愿意为他拼命？李冲，你才是罪魁祸首！朝阳，找死！沈笑，朝阳，找死！沈笑，为什么我明明害死了你爹，你还要救我？愚不可及，沈笑。吾原以为你这寒门会审时度势，不曾想，也是个榆木脑袋。哼，罢了，吾也可以送你一程。殿下，朝阳毕竟是大叶公主，
该给他个痛快，留份体面。体面？他配吗？我偏要看着他死无全尸。才解过心头之恨。沈笑，碧落黄泉，我都和你一起。朝阳公主与沈御史失足坠崖，今日之事都烂在肚子里。是。父皇这些年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将太子妃这个贤内助许给了我，不仅洞察了朝阳的一心，还顺道铲除了沈笑这个心腹大患。东宫的体面，便是妾身的体面。凡有阻碍东宫之人，必不可留。待到乾坤定鼎之日，这万里江山，我与你共赏。朝阳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这次你总会看到我的心了吧？驸马爷，请回吧。看不清我是谁吗？让开！驸马爷恕罪，殿下前往千佛寺，临行前特意交代过，任何人不得入府，包括驸马爷。驸马，召集所有人手去搜山，快！祖老严厉，快去！是，属下遵命。殿下，殿下，公主和沈御史有危险！小娟，小娟，建新，殿下，快救救公主！沈笑，沈笑，太好了，脱胎了！找死！这山崖底全是桃木，与其到死，不如沈笑，碧落黄泉，我都和你一起。赌一把，或许还有一些生机。看着清瘦，还挺皱。
沈啸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就要到了。真是傻子，为什么要替我道歉？你明明都听到了，你父亲的死与我有关，你为什么？你醒了。你没事了？你可知这朝阳是个什么东西？你父亲的死，他功不可没。你不该为我道歉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都听到了吗？太子说的都是真的，是我亲手将太子的罪证交给了你阿爷，才导致了他的死。我一直知道你父亲的死因，却没告诉你。所以是怕我会怨你、怪你。你不怨不怪我吗？你和我都是应该的。可是沈啸，你父亲的死错不在我。我知道，我阿爷的死是因为贪谋无度的世家，是因为罔顾律法、杀人灭口的太子，更是因为这黑白颠倒的世道。这些都不怪你。我阿爷这一生，无非追求公道二字。从他拿到证据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前路凶险。快去修心。但那是他的选择，而被你利用，是我的选择。我当下这一剑不为别的，只是不希望你受伤，任何时候都不想。明眸一须沉含香，念念不忘，有欲盖弥彰。一步一辉煌，片片灯火阑珊望。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浅浅风吟唱，明月光落在他心上，水中央。茫茫白露霜，遥遥心事望。惶惶梦一场，蒹葭藏，待他心之所向。香悄无处藏，你可曾听到？下雨了。长雪飞扬，明月光化在他眉眼手中央。灼中还在过去了，都会过去的。惶惶梦天荒，蒹葭藏，待他爱之
沈御史，公主殿下，长姐，御史，公主殿下，长姐，御史，公主殿下，长姐，殿下，沈御史，公主殿下，长姐，御史，沈御史，公主殿下，沈御史，公主殿下，沈御史，长姐，公主殿下，沈御史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沈御史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，朝阳，公主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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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往这边去，你们去那边。是。公主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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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朝阳，公主殿下，这边没有，去那边。朝阳，公主殿下，公主殿下。其实我的乳名叫雀奴。雀奴，小雀。不止名字像，那股为了活下去，拼尽一切的劲儿也像。苦日子是会在身上留疤的。小雀说不是喝怕了，就不会死。这些年，我爬到朝阳公主这个位置，就是希望有朝一日，可以不必争，不必抢，不用过上朝不保夕、深深宰客的日子。阿娘病重的时候，能拿去换药的都换了，只剩下一个簪子。所以你头上一直簪着的那个簪子，是你阿娘留给你的。我的木簪怎么不见了？兴许是掉到山崖下了。你坐好。那是你阿娘送你的。你现在伤成这样，外面雨下那么大，你死在外面怎么办？在殿下心里，我还是很重要。一个木簪而已，丢了就丢了吧。尘埃落定之前，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音乐青山美，寥寥浮生愧，如梦如回，风云沉一瞬间。那我问你，我能不能有个明白？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任繁星一尘，风雪一生，寸寸草木深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拂袖清风还公主，我们一定都能过上最好的生活。俯首成尘，明月照一人，只为你一生不舍。殿下，请看。可爱工整。状元郎的字自然是好的，不过这纸上福气终究是虚的，你倒不如多包几个金刻子，塞在饺子里来的实在。这个实在的吗？
我今天写了好多好多字。小倩，公主，公主，想死你了！你又偷吃什么东西了？嘴巴鼓鼓的。公主说过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享受生活嘛。真乖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除夕夜就不用帮我干活了？我被那些奏章缠得头都昏了，还有10多斤的车子等着我劈呢。那太好了，你越忙我就越闲。走。哇，好漂亮！朝阳，还好你没事，没事就好。放开我！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放开我！沈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问你。昨日我们被东宫劫杀，你今日又凑巧寻来，是过来验我生死，还是过来补刀？受伤了，我带你回去。你带不走他。她是我的夫人，我当然可以带走她。她跟我在一起很安全。是吗？那昨日公主有危险的时候你在哪儿？沈御史伤势要紧，御史暂且不用挂心。你出去。君奴，你把药用了，我就走。你不用做这些。大婚当夜是你亲手把休书给我的，我们早就不是夫妻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在怨我是吗？你明知那天我说的都是气话，我不是一直在弥补你吗？你为何不能就此放下呢？那又是什么？
与你无关。沈孝送的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！翠金枝，你放手！给我！这是东宫之物。你该不会是想通过此物坐视太子谋杀手足之罪？你疯了！我若不拉太子下马，日后必会死在他的手上。不会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你想要的公道，我给你，但绝非用这种方式。讨公道。若昨日我真死了，你会杀了太子替我报仇吗？给我。刀锋落地，随心跳声不要！朝阳，朝阳！我知道你恨我当年的辜负，恨我这些年的冷落，恨我早有旁人。可当我得知你坠崖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朝阳，我不能失去你。前尘旧事，我们一笔勾销。我们回到当初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朝阳，我不要！这些年因为讨好太子，屡屡拿我当棋子，如今竟想将这些一笔勾销，做梦！崔金枝，你真让我恶心！恶心？这不是你选的吗？你利用完我，利用太子摆脱冷宫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同一类人，互相利用，互相算计，我们就该永远在一起，纠缠到底，至死方休。太子是我们世家共推的储君，也是我重振父兄一脉唯一的依靠。你想动他，不可能。好好养病吧。即日起，府内外守卫全部更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进出。是。朝阳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。爬上去。你怎么知道这里有绳子？先上去。
上来。老生，门庭必有守卫，翻窗进去。来。等等，你怎会对此地如此熟悉？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那个，我常来。常来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救你长姐。跟上。沈笑，沈笑。沈笑，谁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你走。你伤好了没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是来救长姐出去的，但现在看来，我好像有些多余了。你们两个谁都不敢来，要是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先带你走吧，我来背你。沈御史伤势未愈，还是我来背长姐吧。闪开，我自己能走。你喝呀！这杯我喝了。让本宫瞧瞧，今日是谁准备的诚意更足。殿下恕罪，前头路被堵了，得绕道。是哪个不长眼睛？过去！这是绕到哪儿了？怎么到朝阳那贱人的府外了？朝阳，学本宫一次两个，也不怕闪着腰了。啊？怎么回事？那人怎么瞧着那么像沈笑啊？怎么会是沈笑呢？殿下，您都有我们了，干嘛还想着外面的野男人啊？闭嘴！本宫正想事儿呢。哼！沈御史辛苦了，长姐由我照料即可。其实我与殿下，我本已拿到太子谋杀亲妹的证物，但被崔敬之毁了。证物虽毁，但此事不能作罢。我要面圣。无凭无据，直指处决，反受其咎啊！先不入宫告太子。你是要？我要和离。崔敬之私养外室多年，更纵容外室青罗毒害儿臣。儿臣惊惧惶恐之余，更为崔家罔顾父皇体面而愤怒。儿臣不愿继续隐瞒和离一事，望父皇成全。是父皇的疏忽，让你这些年受委屈了。只是你执意公开和离，当真只因他的外事，还是因太子与你生了嫌隙？崔家这门姻亲，
与你是绝路。父皇明鉴，儿臣所求，一为私心，二来，儿臣认为皇家婚姻亦是国事，崔家也是时该敲打了。传朕口谕，举诏宁国公即刻入宫。是。还有一人，望父皇允其入宫。朕赐你上公主，你就是这般爱她护她的？臣惶恐，臣对公主忠心可表，只求圣人莫听公主一时气言。圣人明鉴呐，少年夫妻争执难免，驸马待公主如何，天地可表。公主纵然委屈，也不该以和离相胁。相胁？崔驸马大婚当夜便将休书给我。当年之事，圣人并未对外公布。这么些年，臣倍感懊悔，但臣对公主之心，日月可见。所谓外事一事，纯属子虚乌有，千错万错皆是我错，是我不该与公主发生争执。公主莫要再耍性子，敬让圣驾了。既如此，请父皇召见人证。传青罗入殿。民女青罗叩见圣颜。你果真是驸马外师？民女不敢欺君，驸马爷饲养民女多年。圣上，此事臣可解释。继续说。驸马嫌民女出身低微，得知民女有孕后，更斥责民女着了世家血脉，将民女抛弃，甚至要杀了民女。若非公主搭救，民女与腹中胎儿皆早已丧命。住口！哪里来的疯妇，胆敢在御前污蔑当朝驸马，叛污世家清誉！圣人，此女来历不明，言行疯癫，切不可信。她定是受人指使，构陷驸马。驸马胸下3寸，有一处习武得的伤疤。民女伺候驸马多年，他的事情民女一清二楚，绝无贪污。若陛下不信，民女可一一道来。陛下，够了，退下吧。崔敬之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圣人息怒，老臣以为公主与敬之本非夫妻，敬之纳妾也合常理。况且，公主无法为崔氏延绵血脉，敬之为延续宗脉而另觅他途，虽方法欠妥，但其情或许可悯。这贱婢品行不端，
驸马自行处置，也无可厚非呀。内宅家事，实在不该在此议论。好一个被逼无奈！这么说，本公主也可谓绵延子嗣，养些面首，开枝散叶了。荒唐！男子纳妾乃祖宗礼法，公主怎可问出如此悖逆人伦之笔？驸马养外室，就理所应当；公主熏面首，就罪该万死了。你，父皇，儿臣有事要报。儿臣要告发朝阳与沈孝有私。安乐，休得胡言！儿臣昨夜亲眼所见，朝阳与沈孝当街搂抱，举止亲昵。儿臣是不是胡言？父皇一审便知。原来公主执意和离，竟是早与人私通。朝阳与沈孝清清白白，不清白，不可能私通。你不用为我开脱，我和沈孝有私是事实。你的外室用会药毁我清白，置我和沈孝共处一室，这些驸马都是知情的。朝阳与寒门有私。此事若是传了出去，不仅让崔氏蒙羞，更有损我皇室颜面啊！百年世家，看得最重的就是脸上这张皮。事已至此，崔家绝不会再坚持这桩联姻。好，即便是遭人设计，也是因自身不检点，才授人以柄。圣人，崔氏门风清正，绝不允许有此等失德之妇。朝阳只是一时糊涂。住口！陛下，圣人，老夫请圣人下旨，准朝阳公主与崔尽之，即日和离。既如此，这桩婚事就此作罢。但是，朕虽允你二人和离，也该小惩大戒。朝阳私德有亏，削食役3000户，崔驸马私养外室，一并罚俸半年。此事到此为止。再回头瞬间却来不及，飞雪满天地尽无迹。为了这个寒门，你要和我断绝关系？李叔，我可以不与沈孝计较，我就当你与我闹了一场脾气。5日、10日，哪怕100日，我都可以等你。我等你气消，好吗？崔敬之，醒醒吧，戏演完了。崔君请自重，既和离，以后请不要纠缠公主。一个靠女人上位的寒门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李叔，你记住，只有我可以给你所有，也只有我可以毁了你的一切。你的确擅长毁人一切，不过从今往后，本宫不奉陪了。会有一天，
是你一无所有来求我的那一日。最荒唐不过满山风雨，最热烈不过孤星坠地。待我明年随军拿了功勋，我就去求陛下给我们赐婚。到时候，谁都不可以欺负你，太子也不行。最炙热不过离人传奇，满天繁星。战场凶险，你一定要当心。为了你，我定会平安归来的。最爱是你，我在冰天雪地里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燃烧自己。最遥远不过年少相依，最滚烫不过你手掌心。真是晦气啊！削了10亿，成了崔家的弃妇。还这么得意？安乐公主，多谢你的一臂之力了。我刻意在安乐公主的必经之路上设了路障，这是绕到哪儿了？引她经过公主府，让她发现我与殿下有私。朝阳，殿下想脱离崔氏枷锁，还需他助一臂之力。这人怎么那么像沈笑啊？失了名节，又被圣上训斥，你们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？与东宫割席，自然开心。不错。只是，你说你是长姐的面首，这可是欺君啊！我们并未欺君，我的确是公主的面首。乐生，此事我……沈御史，出来聊聊。切磋一下。我伤还没好呢。你来真的？我视你为友，你却欺我长姐。我欺你姐？到哪一步了？发乎情，大部分时间都止于礼。大部分时间止于礼？离他远点儿。我对他是真心的。当真？当真。只不过你长姐一直都当我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面首。上次那些金银珠宝就是她给的。那就好。能入长姐的眼，是你的福气。啊，殿下的意思是，我就该被谢完。我长姐从冷宫走到今日，除了命，
看得最重的就是钱，从没在私事上用过如此巨款。这些赏你呢？去仙客来也只因他替太子经营，你真当他挥霍无度呢？那你的意思是，其实他也喜欢我？哦，哎呀，这以后你就要当我小舅子了，你有何感想？再让我看到你从长姐的房间走出来，腿给你打断！他都知道了，那谁赢了？自然是让他赢，我还得指望他帮我在殿下面前多美言几句。美言什么？我得让他帮我求个名分。是名分有什么重要的？我可刚从那虚名里逃出来。这世上只有真金白银才是真。不如明日，本宫送你一座8境的大宅子，再配200个仆役，怎么样？可好？我长姐从冷宫走到今日，除了命，看得最重的就是钱。那就谢谢殿下这份厚礼了。朕从寒门中遴选状元时，问过你的想法。你当时首推沈孝，原来你2人是旧识啊。朝阳，你这是有了自己的私心呢。儿臣没有，儿臣不敢欺瞒父皇。沈孝不过是儿臣众多门客中的一个，儿臣从未放在心上。是初见沈孝策论，针砭时弊，深谙时务。儿臣为大业，为父皇惜才，才决定举荐，绝无私情，更不敢借沈孝的手干预朝政。还望父皇明鉴。递上凉，起来吧。谢父皇。你与沈孝无心便好。朕听闻，齐王家的金城还待字闺中。你身为堂姐，理应上心些。倾城妹妹确实到了相看献马的年纪，儿臣愚钝。不知父皇心中可有人选？朕觉得沈孝就不错。齐王家的金城还待字闺中，朕觉得沈孝就不错。父皇圣明，沈孝虽为寒门，但才学斐然，倒也配得上金城妹妹。既如此，此事就交由你来操办。等时机成熟，朕便下旨赐婚。儿臣领命。你怎么还没睡？殿下，过几日
就是叶兰姐，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烟花吗？好。朝阳不仅没死，并且还跟崔进之和离了，这就是要明着跟吾作对。殿下息怒，此事未必是坏事。他进宫面圣，只求和离，恰说明他手中并无实据，不敢与殿下撕破脸。他比谁都清楚，与东宫鱼死网破，只会粉身碎骨。只要他活着，就是一个祸患。他与崔进之和离，等于自断崔家这条臂膀。一个无夫家可依又失了圣心的公主，何以为惧？殿下，殿下，800里佳期，黄河出事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黄河水患，泾人线断，何地溃决了。沁人县的堤坝，不是3年前才有杜之思拨款，殿下亲自选派得力之人督修的吗？怎么会这么快就全线崩决？废物，都是些废物！那笔修堤款，殿下并未全数下发。你罢了，此刻最重要的是尽快派人压下消息，强修河堤。只要事情不闹到父皇耳中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对，此事关系重大，非心腹重臣不能胜任。臣妾以为，崔进之是最佳人选。不仅要用崔进之，并且还要稳住崔氏与东宫的情谊，朝阳与崔氏和离，以惹崔氏不悦。这点殿下不必担心。我大业的公主，又岂止朝阳一人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不嫁！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连朝阳都不要的破鞋，太子哥哥为什么一定要强行塞给我？太子哥哥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！此事已定，不容再议。即日起，你只管安心待嫁。我不要，太子哥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！我不是你的亲妹妹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太子哥哥，我不要太子哥哥！安乐，安乐，你是公主，自驸马逝世后便一直流连于各色风月之间，终究不是个事儿。你太子哥哥也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你们只不过是把我当筹码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不嫁！你们不要脸，我很要脸的！放肆！你打我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放他出去。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放我出去！我不嫁，我不嫁，太子哥哥！客官，你想要点什么？我们这儿胭脂水粉、珠钗头冠应有尽有。这个不错，就它了。客官慧眼，此乃是本店的镇店之宝，其由整块血玉打造，实乃稀世珍品。
我想把这个木簪和这个血玉簪镶嵌在一块儿。这木质粗陋，怎配血玉啊？要不然您再想想。不用想了，听我的就行。我只要血玉簪的簪柄多的料，都归你，就当是你教我打造的绸巾，我亲自修复它。哎，得嘞，听您的。嘿，这年头还真是花什么钱的人都有啊。我不吃，滚！娘娘，开门。你是天家女，生来锦衣玉食，万民供养，便注定你的婚姻不是儿女情长，而是权柄的延伸。我就算饿死，我也不会嫁给崔景之。不想嫁，可以。只要你自请废去公主封号，甘为庶人，从此滚出皇城，永世不得回归。你与崔家的婚约，自然不作数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？舍不得？既舍不得这公主的尊荣，就得担得起公主的责任。联姻崔氏，巩固东宫，是你此刻唯一的价值。你当本宫是来哄你的？本宫是来告诉你，东宫不护无用之人。青丝一缕魂牵绕，微微荧光，青春是喧嚣。生活凝眸一笑是心照，皎皎月光为谁落一方。你到之前我就先打听了，前面路口看烟花最大最美。一步一回光片片灯火的长楼，一人一目光一句回响，浅浅风吟唱，明月光落在他心上水中央，茫茫白路上，要看心是我。看那个，红红梦一场，蒹葭藏，待他心之所向，香消无处藏，你可曾听到？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化在他眉宇手中央，灼灼苦方上，寥寥心事他。沈笑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看烟花，或许也是最后一次。你可曾看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
看看吧。这还没逛过呢。听说那里有小吃队在哪？走啊，快走，走。李叔，我为你寻了一门好亲事。你说什么？京城县主，齐王独女，年方及笄，样貌端好。你娶了她，前途可谓无量。圣人昨日召你进宫，说的便是这个。京城她很好，你只需要答应这门婚事，好好和她相处。我这就去找圣人。沈晓，你是寒门典范，婚事逃不过圣人的安排。你若不娶京城，蔡姨便不会小。我们苦心经营至今的局面，难道就要为了不该有的心思前功尽弃吗？沈晓，你必须娶她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绿树，你当我是什么？你不是说甘心做我的妻子吗？张安姐姐，倾城妹妹来了。见过沈御史。我突然想起，府里还有些事，我就不打扰二位了。那沈御史就陪京城好好逛逛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了，都过来看看。我们去看看吧。诸位，今年的玲珑棋局共有3关，参与者只需要找到藏于阁内的玲珑棋，并打开最后一道阁门，便可获得奖金。此游戏寓意如情局，进退同心。欢迎诸位有你要情人参与是现在就走，我就告诉他，我绝不会去要不要的。试一试啊？我非殿下不去。试一试吧。不知道哪位愿意上来玩一下？这听起来就很难啊。我要玩。我想问的。一起上场，这不是难上点？是参赛人数。观这位郎君与娘子，皆是龙凤之姿，想必定能旗开得胜啊！这位郎君真是气度不凡呐。那位娘子如此花容月貌，亭亭玉立，看着定是位名门小姐。这俩人真是般配啊，简直是郎才女貌。我有些累了，不如你和沈御史好好一起去玩。3个人更好玩。殿下若是累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好姐姐，同去吧。我和沈御史还不太熟悉，还需要你撮合一把。好，那便同去吧。1年1度的玲珑棋局又开始了，到底哪位郎君娘子能破局而出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房间里怎么这么阴森啊？刀锋藏于怀，胡言却有声。千般算计里，一念可倾城。这是何意啊？需解出字谜，找到对应的字块，放入机关，门自会开启。刀锋藏于怀，是人吗？无言却能惊雷，万千谋算，皆由他起。一念贪嗔，一念爱恨，一念抉择。这谜底是心。为什么？
算了，沈御史和朝阳姐姐才学渊博，听你们的答案肯定错不了。走吧，我们同去找找吧。走。干什么？你是逼不得已才给我做媒的，对吗？不行，不能信任，必须彻底断了他的念想。你我之间不过一场风云，如今我为你寻一门好进士，对你也算不错。给你，去找京城吧。我的心不像殿下一样可以随意给别人。不过想让下官帮忙也很简单，总要给下官一点好处。你们找到了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朝阳姐姐，朝阳姐姐。京城妹妹，不必找了，谜底在此。朝阳姐姐这么快就找到了，真厉害！这些纱帐，还有香气，怎叫人有些晕眩啊？这里门很多，但钥匙只有一把，所以我们得找到真正的门。那快找吧。朝阳姐姐，沈御史，人呢？一笔只伤痕，映月青山眉，寥寥浮生愧，如梦如回。翩翩落掌心纹，一幕灯火深，繁华笑成魂，字字灵犀声，如歌如坠，红尘一瞬间永恒。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任繁星一尘风雪一生，寸寸草木生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浮沉清风还归尘。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一人不守长城。殿下为何要逃？你为何不问我愿不愿意去的？你愿意？我不愿意。沈萧，你没有这个选择，你只能愿意。那殿下为何不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去的？因为你喜欢我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
我就不会逼你去京城了。殿下心里是有我的，对吗？沈笑，不要感情用事。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山繁星一程，风雪一生，寸寸草木深。天下脉搏跳得如此之快，你就是心里有我。拂袖清风还归程，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你一人守成尘。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山繁星一程，风雪一生，寸寸草木深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拂袖清风还归程，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你一人俯首成尘。明月照一人，只为你沈御史，朝阳姐姐，你们可在此处？沈御史，朝阳姐姐，你们可在此处？各位还有没有上来玩的？怎么从这儿出来？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就出来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怎么从那儿出来的呀？不就是一个吻吗？我慌什么？殿下，您可出来了。殿下，这是赔钱，我把门塑坏了。原来殿下是慌不择路逃出来的呀！你再多说一句，月俸扣尽。说，乐生居士找您，下次先说重要的。殿下脉搏跳得如此之快，你就是心里有我。看来沈御史的这把钥匙，终究没能派上用场。这场考验的重点，从来都不是钥匙和门，而是敢不敢推开那扇门。所以，这里面每一扇门都是对的，考验的是两个人共同抉择的勇气。沈御史，其实今日一见，我便知，你与朝阳姐姐之间不简单。多谢县主成全。谢我做甚？能目睹向来理智的朝阳公主方寸大乱，一身傲骨的状元郎为情所困，强势所吸，我可是乐在其中呢。这可比画本子里写的有趣多了。不过戏看完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沈御史，若是终有一日朝阳姐姐直面自己的真心，与沈御史终成眷属，我定第一个来道贺。那下官就等着县主的道贺了。王何决定。
据密探回报，晋人县境内连日暴雨不止，新建永通区不幸溃堤，汹涌洪水冲袭周边各县，民宅坍塌，良田遭淹，诸多民众身陷险境，更有人被洪水裹挟走失。老百姓纷纷前往衙门求救，都遭受驱赶，只为镇压水患消息。张姐一直提醒我待时而动，如今这时来了，我们将这封信呈给圣人。别急，此事关乎重大，你先回去，待我好好想想。好。你与安乐之间的婚事，无一禀报父皇，此事已成定局。殿下，臣暂无婚娶之念。你此去晋人县，一是为了镇压水患消息，二是接手整肃吴在沿岸的3万私兵，确保吴的登基之路万无一失。那50万担粮暴露，父皇对吴愈加防范，吴也得早做打算。安乐。后党队退后，别往前挤。退后，后队。那些百姓闹多久了？已有3日。下官已派衙役驱赶，只是人数众多。驱赶，治民如治水，堵则溃，疏放痛。那您的意思是？开长平仓，放粮。就说，朝廷已知灾情，正在调拨赈济，让他们每个人领了粮食回家等待，不得再喧哗了。可长平仓的粮食，去年就已虚报亏空，多方挪用，如今只剩不到30%。若是开仓，那就用你赵家的粮食补上。若补不齐，你就跳进黄河谢罪。堤坝是怎么崩的，你我都心知肚明。东宫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要么让事情捂在靖人县内，要么本官现在就上奏，参你贪墨修河款，欺君罔上，激起民变。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，下官这就去办，这就去办。靖人县溃堤，太子派崔敬之前去镇压。若是将此事捅出，只能让太子蜕层皮，这样远远不够。既然他想摁下靖人县的水患，那我便帮他一把。
带着滔天洪水再也摁不住时，看他如何给天下一个交代。你去告知乐生。是。靖人县遭遇水患了。此刻你应该在京城身边，而并非在这里。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太子竟然知情不报，此事应该禀报圣上。太子入主东宫多年，根基深厚，潜下的灾情根本不足以让他失势。我们必须等灾情蔓延，等他再也捂不住。我已安排人暗中安置灾民，尽量避免伤亡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一句等，黄河沿岸的百姓，他们要带着家人流离失所，要眼睁睁地看着良田被淹没，要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灾情的结束。正因知道，才必须等。你不去，我去。沈相，我要扳倒太子，为的不是一己私仇，而是大业千千万万的百姓。他日若是太子登基，必会放纵世家横征暴敛，大业之田会变为世家私有，必定会民不聊生。可是朝阳，你想过没有？灾情是会持续的，天灾人祸之下，没有人能真正控制住人心。这些流离失所的百姓等不起你的大局。为了更多的百姓，我只能让他们等。你这样和太子他们又有什么区别？我让你长姐伤心了。这为何会在你手中？抢来的。他想把水患的事给按下，这事你知情吗？所以你们是因为这封密信起了争执？一言难尽啊。不过这信可以搬到东宫，也是你可以回到朝堂的关键。好你个沈笑，原来你一直是老七的人。七弟，你可要小心这条狗。他做过朝阳的面首，投靠过本王，你怎么知道他会真心效忠于你呀？良禽择木而栖，他不选择你，想想自己的问题吧。你这个灾星可跟我比？别废话，交出弹劾太子的密信。我若说不呢？上。追，不留活口。是。
父皇，太子贪没黄河修堤款，导致天灾人祸，且刻意隐瞒，请父皇明察。父皇，儿臣从未贪墨，更无瞒报之情。许是上报灾情的折子就在路上，只是被暴雨耽搁了。太子，崔进支持你令牌镇压百姓，威胁官员，这信中桩桩件件，事实确凿，你可认？此乃构陷，儿臣不认。朕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朕会派人去靖仁县勘察水情，查清前，太子暂游东宫，无诏不得出。父皇明察秋毫，定会还儿臣一个清白。圣人，二皇子为妖圣功，竟谋杀七皇子灭口，儿臣冒死前来揭发。父皇，父皇，若非儿臣及时赶到，只怕七弟早已命丧。望父皇明察。望父皇明察。可有此事？沈相，信我可以给你，但这件事情太过于危险，你不能去。还有一个人对斗倒太子更感兴趣。你是说二皇子？你只管去见乐生，我会将消息透露给二哥，这等功劳，他定不会放过。我收回刚才说的话，殿下和太子并不是一路人。他不就是个灾星吗？他死不死有那么重要吗？以前不都是盼着他死吗？是不是灾星轮不到你来处理？今日你可以杀兄弟，明日你是不是可以杀朕？二皇子李严罔顾人伦，残害手足，即日起逐出京师，永守皇陵，无诏不得返京。凭什么？明明是太子的错，为什么他只禁足，我要永守皇陵？逆子，住口！我到底错在哪儿？我本无意成全，是你用储君之位诱惑我！来人，拖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不是没死吗？他不是好端端在那儿站着吗？为什么朝阳一句话就要定我的罪？你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想过让我做储君之位，我只是你制衡太子的一个棋子。孽障！拖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？凭什么？
靖人县水患，众卿可有良策？治水乃棘手之事，功过难料。这个烫手山芋谁敢接？父皇，儿臣实察之过，定会好好闭门静思。黄河之事事关国本，其地博学广识，若由他主持治水，定能解黎民之困，为国效力。黄河正是太子养私兵的地方，这是险境。儿臣才疏学浅，但为国分忧，乃本分之事。若父皇差遣，儿臣万死不辞。父皇，七弟久不在朝，于食物恐有生疏。黄河情势严峻，若无人、无权、无势，只怕误了救灾大事。老七，朕知你赤诚，朕亦知此行艰难。朝阳所言虽有道理，但皇子守土为民，责无旁贷。朕命你为钦差，总领靖人县赈灾及黄河水患治水一切事宜。儿臣领旨。启部督知司兵部需全力配合，听其调遣。臣领旨。诏治书侍御史沈孝觐见。臣沈孝，问圣上起居。起来吧。沈孝，你护卫七皇子有功，朕要赏你。守护百姓，护卫皇子，捍卫皇权，是为臣之本分。朕听闻，近日你与金城县主往来密切，他也到了适婚的年纪，朕便将他赐婚于你，如何？今日就走？早到一日，或许能早救一人。你去涉险，京中还好有沈孝，父皇会为他和京城赐婚。京城的兄长是神策营的袁硕大将军，有此姻亲做倚仗，也好为你在朝中斡旋。赐婚？我拒婚了。被圣人贬为监察御史，与齐殿下同去黄河。我出去等你。那我也先退下了。你抗旨拒婚？你知道的，我不会去京城。你也应该知道，从未有过寒门在朝堂上走出像你这样的高度。去京城攀齐王做权臣，这是你在朝堂上扎根的唯一上策。做人如果要违背真心，这样的前途我不要。真心？你的真心能让你活命吗？敌得过东宫和世家的明枪暗箭吗？没有权力，
你连谈真心的资格都没有，你只是下了一步死棋。这是下下策，但绝对不是死棋。我此次前去，就是为了搏一个机会。信我。遥遥红尘深如幻如真，偏偏刻上心纹。这是簪子，找到的时候已经坏了，我只能试着修一下。天地轮冥目共此生，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，山繁星一程，风雪一生存。我要这死我做什么？我要的是你在朝堂上争个高低，不是当活靶子送死。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你一人俯首称臣。你是我一眼山河半生回望的星辰。殿下保重。山繁星一程，风雪一生寸，寸草木生。一世琼楼高台深，浮世清风还归程。明月照一程，只为你一人俯首称臣。明月照一人，只为你一生俯首称臣。连续行军疲惫，暂且在这儿歇息一下吧。是。在殿下心里，我还是很重要的。尘埃落定之前，你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沈御史，我们聊聊。事已至此，我们3人皆已入局，与其眼睁睁看你们涉险，不如行一步险棋，赌一局大的。你想直接动东宫？太子被幽禁，圣心已移，但要彻底扳倒，省却最后一把火。我们此去黄河，正好添上这把火。我此番惹了盛怒，恰是以退为进，深入虎穴。治理水患的同时，从太子的爪牙开始查起，拿到他在黄河探没国讨的实证。这就是你们给我的交代。你们千万要小心，太子将乐生逼到他的地盘，便是要拿捏他的性命。放心，我们定会谨慎。要让百姓和地方官员看见你，拥戴你，此举一定会引起圣上的关注和太子的忌惮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贵人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子慌了，
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饶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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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证据到手之日，我便传书于你。你在京中等我们回来，一同面上。不，一收到消息，我就会入宫告太子谋反。你无凭无据指控太子，是死罪。太子只有造反，父皇才会废除。此招虽险，却可一石二鸟：一来能拖延太子在黄河对你和乐生下手；二来可加深父皇的疑心，借此请到神策营兵符。黄河使者逼太子反的同时，可保秦王之序。接下来该我入局了。你2日没有合眼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周阳孤身入宫太危险了，要尽快将证据送至御前。谋杀皇子，崔氏是打算让九族陪葬吗？那也得你们有命回京才行。杀！这些证据还是留着给你们陪葬吧。神效！生下从此一曲心先让。从你招惹朝阳那刻起，就该死。一步一回过一间偏灯，神效！一人一梦一句回响，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，朝阳，你只能是我的。灼灼孤芳上，寥寥心事堂。惶惶梦天荒，蒹葭藏，待太之所望，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儿臣李树死谏，太子李崇意图谋反。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这是3年前，度支司主簿沈清之弹劾太子以修建千佛寺之名占田屯粮的罪证。太子占田屯粮，正是为了安巡私兵，父皇一看便知。3年前的罪证，你现在拿出来，状告储君？不止这些，沈孝和7弟在黄河
也拿到了太子屯兵的罪证。回防有变，儿臣不愿再等。儿臣所图，都是为了父皇的安危。求父皇赐下神策营调令，若10日之内太子不返，儿臣便自刎于殿前，以谢妄言之罪。朝阳啊，你这般拼命，真是为了朕，还是说你拿了兵符之后，下一个要逼的便是朕这把老骨头单威？陈元硕叩见陛下。神策营即刻起，秘密整兵。朕兵符一到，即可直入皇城。臣遵旨。神策营上下，随时待命。再拟一道明旨，即日起，命朝阳入宫侍疾，圣体安康之前，无朕特许，不得离宫。是。殿下，不好了！宫里刚传来的密信，身上急诏，呈上来。身上急召神策营大将军袁硕，便留朝阳公主宫中侍疾。疑心是火，恐惧是柴。沈孝跟老七在黄河查务，朝阳又突然进宫侍疾，现在连神策营也惊动了。父皇这是要动宫。调兵搜证。不过都是幌子，我要的就是让太子知道他最大的靠山已对我言听计从，知道他已退无可退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。殿下冷静，逼宫使君乃万劫不复之路。你即刻设法返回郑家，通知郑仆射，让他联络所有世家，确保无登基无误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从容之臣。即刻通知崔进之，即刻整兵入京。去。是。不可，你先退下。殿下，万万不可！纵使得手，也是千古骂名天下公主，郑家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。况且臣妾觉得此事恐怕有诈。就算有诈，吾也一定要当皇帝。殿下，吾若是死了，被废了你们郑家，你这个太子妃要将是何等下场？臣妾是不愿意殿下走上绝路。况且这一切发生的太过蹊跷，像是有人故意做局，引殿下出手。殿下三思。你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肯？这未来国母之位，你若是不想做，自有人在。滚开！太子妃只是被禁足了，她依然是东宫之主。滚开！你们给我滚开！太子哥哥，太子哥哥，父皇让朝阳入宫侍疾，我想入宫探望，但是被拦在了殿外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父皇果然相信他，不嫌我了。怎么了？他做了什么？你以为他跟你一样，是一个只懂享乐的废物吗？太子哥哥，
安乐突然间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安乐，太子哥哥，你为何这样看着我呀？安乐，朝阳得势之时，就是你我的死期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和老齐赢。听懂了吗？不懂，安乐不懂。东宫若是倒了，你将会是何等下场？在这样的危难关头，你真的要临阵脱逃吗？可是安乐什么也不会的。安乐，你可以的，你会的，你比朝阳那个贱主强100倍、1000倍。你可是咱们大爷最聪明、最受父皇宠爱的嫡长公主。齐殿下，千玺，告诉张继，沈孝的。公主殿下，圣人有请您入宫侍疾。朝阳得势之时，就是你我的死期，所以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和老齐赢。听懂了吗？父皇，父皇，安乐听闻父皇身体不适，特来侍疾，你们让我进去。奉圣人命，除朝阳公主外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大胆，你们敢拦我！父皇，父皇，你什么东西？你敢拦我？朝阳，你莫要得意了，不要以为你给父皇侍疾了，父皇就会高看你一眼。既然知道圣人龙体不适，还敢在此喧哗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是。你敢？你还有心思拦我呢？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沈孝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沈孝死了。你很快也会下去陪他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！殿下，宫闱之内，不可放肆。奉太子令，皇城内守卫由兵部带领，护圣上平安。今日起，由安乐公主侍疾。圣人尚在病中，快入内侍疾去吧。崔景之，你什么意思？把朝阳公主带走，好生伺候。是。父皇，你谋怪儿臣，谁让你听信朝阳谗言，还软禁太子哥哥？
主人病重，都想他来侍妾。怎么是你来侍妾？你给朕喝的什么？是药啊，父皇，你病了，是药。是太子让你来的。不是的，不是。就是太子哥哥让我来的。父皇，殿外，哦不，整个皇宫全是崔敬之的病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你逼的，都是你逼的！朕是要了一双好儿女。圣人突发昏厥，恐有奸佞暗害，即日起严守宫门，太子李崇暂理监国，外人一律禁止入内。你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你逼的，都是你逼的！朕是要了一双好儿女。父皇，我也不想的。可明明我才是身份金贵的嫡公主，明明最该受宠的人是我，可你却看中朝阳那个贱婢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你的错。太子登基在即，就只能委屈公主在这里静静心。等大局稳定了，我自会给你找个去处。先吃饭吧。不吃。
想绝食明志，还是在等什么人呢？你若是想说沈笑的事，不妨直说。你果然还是在意他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沈笑死了，我杀的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空口白牙，我不会信的。你不也空口白牙挑起了太子的恐惧吗？朝阳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，你做的事太子不会原谅的。从今往后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定能保你。你帮太子谋逆，必将不得好死。沈笑忠君为国，不会就这么死了。他才是不得好死。他一进寒门，想左右朝堂，觊觎公主，比劫世家，不自量力的东西就该死。你还不知道吧？那日他带着太子的罪证回京，是我一枪把他扎死在了黄河边。你真的杀了沈笑？沈笑是我杀的，但你不能怨我。什么意思？推他上位，授他一权，把他置于风口浪尖，成为太子眼中钉的人，不是你吗？是你一步一步害死了他。父皇，状元郎初登天子堂，上任岭南，未免有被薄待之嫌了。不如赐他个8品监察御史，留在京中，有现成的人等二哥用，二哥何必自苦？你是说沈笑？难道这沈笑还敢抢我万年县的粮仓不成？允良，殿下，杜之思带着兵丁，仗着有皇上的征粮诏，冲进庄子抢粮了。这粮就是我劫的。臣愿查此无主之粮，还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找死！从今往后，也只有我了。滚！你会想通的，我等你。等你想通了，来找我。崔敬之在何处？公主若有话，属下可代为转达。你告诉他，本宫想通了，有一样东西，麻烦转交给崔敬之。公公，殿下，老奴终于等到殿下了。殿下现在是圣上唯一的指望了，现在宫里戒备森严，殿下一定要当心呐。公公放心。
那边看看。赤我手令，追！是。等一下，不可伤他。在那边。快，站住！走！快，别让他跑了！追！几幅画，几坠落，乱世歌，生生站住！杀！身上烈火灼，燃尽我，引爆我。层层过路金色多，一炬火荧光。金色沧海龙灼，再对我，轻唤我。站住！他在哪？追！可是双手一梦成舟，无魂惊动，如你眼光，翻云覆袖，一尘浮游，明月垂袖，轻唤我回头，张开双手，一别复仇。蝙蝠还在我这里，神策营的人为何在此？时机从权。我回京的路上，看见崔敬之率私兵入了皇城，我只能转道去找袁大将军，力荐他入京请马。若等虎符，一切都晚了。不管怎样，让你受苦了。朕自御疾以来，夙夜惕厉，然今沉疴难起，恐负祖宗之托。皇太子李崇明德维新，政教修明，朝野俱瞻，朕心甚慰。着传位于。拿下逆党，都不许动！什么人？是。什么人？放开我！这书，你背叛我！李崇，这场荒唐戏该收场了。崔敬之手中3万精锐，已控制攻进。父皇年老昏聩，该颐养天年了。我
李崇，才是天命所归的大业神君。崔金之何在？崔金之何在？崔金之呢？护驾！护驾！护驾！崔金之，你的人都死了，你投降吧！做梦！保护大将军！崔金之，降吧！就降！肃清残敌，护卫圣上！郑叔，吾待你不薄，你这个毒妇！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我郑氏一族与谋逆无关，圣上已有圣裁。我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可以帮你。嫂嫂这是何意？今日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即便你拿到神策营调令，大军入城也是难事。九门守卫皆是拥护东宫的世家，而西城门是我郑家的人。这是我郑家的令牌。朝阳，我不是在求你，我是在给你一个双赢的选择。你除掉最大的敌人，而我为我和我的家族搏一个未来。太子李崇，强占田粮，豢养私兵，而今谋权篡位，毒害圣人，你可认罪？吾认罪。吾是储君，吾做皇位，天经地义。你这种心术不正之人，也配当一国之君？我不配。我不配。他配吗？你沉迷丹道，耗尽国力，你利用权术制衡朝堂，
挑起党争，让我这太子如坐针毡。你采集每一个儿子，给了名分，却又处处提防。我若是不贪权，不养病，谁知道明天死的人是不是我？与其看着这大好的江山毁在你手里，不如跟着我一起下地狱吧！太子哥哥，我们的账清了。你既要见，我自要送你一程。圣上开恩，流放岭南的旨意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路途遥远，风雪难行，就不去了。好。这么多年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大婚当日，我不敢。都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小时候，你替我包扎伤口时，说：“君者，当以德服人。”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为君者，应当以德行御下，以人心服众。你虽是太子的伴读，但你更是你自己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，这个小妹妹看得比谁都清楚。可后来，怎么就都变了呢？人都是会变的。
服了你。我崔敬之，生于钟鸣鼎食之家，长于庙堂之高。今日败了，是命也是运，我认。可输给沈孝这种寒门宵小，我不认。你终究是你。刀锋落地，随心跳声音无人倾听。跃入深海很无情，化作你小小的泡影。尘埃落笔，再回头瞬间却来不及。飞雪满天地，情无迹，淹没我错过的回忆。最荒唐不过满身风雨，最热烈不过屈奴，坠地。若有来世，我在兵荒马乱里，不做公主，一次妄想，不为崔氏子，想抓紧你。你可最伤人不过爱恨知己，最炙热不过离人喘息。满天繁星，那颗心是你。不好了，囚犯崔敬之自尽了。最恨是你，最疯狂不过最爱是你。我在冰天雪地里，一次一次奔向你，燃烧自己。我带了你最喜欢的点心过来。不过年少相依，最滚烫不过你手掌心。满天繁星，那是我，是你。前太子李崇以谋逆伏诛，楚军乃国之根本。皇妻子李琴仁孝聪明，堪称大统，着立为皇太子，入主东宫，统领东宫事务，参与朝政，凡军国重务。朝堂老臣有本要奏。臣等同奏。郑仆射这是何意？圣上立储旨意，岂容打断？殿下明鉴，立储乃国本，臣等岂敢阻拦？但今朝野上下人心惶惶，皆因神孝一介文臣未得圣谕，未见虎符之下，竟私相授受，擅调神策营兵马入宫，涉嫌谋逆，论罪当诛。神孝不杀，国法不立。事急从权，他秦王有功，待我以储君之位监国，定会亲办。殿下三思，公是公，过是过。今日他敢顶着秦王之名擅调神策营，明日若有不满，是不是也能私调兵马踏平这紫宸殿？此等擅权跋扈之风，若不遏制，国法何在？纲纪何在？臣等只愿辅佐明君，还望殿下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莫要因小失大，寒了忠臣之心呐！否则，宗室之中亦有贤能者可选。你是说，不杀沈孝，
世家就要拥戴其他宗室子弟回储君。若非沈孝当机立断，站在这里的恐怕也是逆党。你们究竟是效忠朝廷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请殿下明正典刑，以固国本。请殿下明正典刑，以固国本。臣沈孝认罪。罪臣无照调兵，确犯死罪，望殿下以国为本，请殿下将罪臣押入大狱，择日问斩。他们竟如此容不下你。我后悔了，我不该牵扯你。崔景之说的没错，是我害了你，我算计你，利用你，把你逼成他们的眼中钉。我真的后悔了。除非我愿意，否则谁又能利用我？其实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点，即便是重复1000万次，我的选择都是这样。所幸我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无怨无悔。但是呢，临了，还真有一桩心愿没达成。你得成全我。你说？你说事到如今了，你真该给我一个名分了。驸马都尉听着就不错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个？这驸马给你，你也只能做3天。3天就够了。只要你答应我，我这辈子就没什么遗憾了。除非你不愿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婚嫁讲究3媒6聘，只是此刻什么都没有。我要此心、此赞，天地口诚。你为我赞赏吧。其实，我有办法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需要赌一把。
我们的突破口是太子妃。废太子谋反时，乐生曾救过太子妃，为此我还专门问过乐生。乐生说，因为太子妃和他曾有过渊源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太子妃就曾是整个皇室中唯一对他有过善意的人。古之贤者，常有异象。我瞧着不像灾星，倒像是谪仙落凡，染了霜华。这个玉佩送你，愿它佑你平安顺遂。太子妃是世家的人，但也是聪明人，她知道怎么权衡利弊，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今日殿下借正事一门宴请我等，想来是有心顾大局的，老夫甚慰呀。这江山稳固嘛，终须依靠规矩。既请我们来，为何迟迟不开席呀？急什么？人还没齐呢。没齐。你一个死囚，怎敢污我等清宴？宁国公未免无礼，这可是我们请来的贵客。尊卑有序，贵贱有别。二位殿下，这是想羞辱我等，羞辱天下世家吗？看来齐殿下是不需要我等拥戴服从，这席不吃也罢。诸位，我们走。不吃也罢。走，走。你们，齐殿下这是何意？软禁朝中重臣和世家族老，你们可知这是何罪呀？宁国公，世家威风了多年，也该收手了吧？主公想杀我，清绝寒门，垄断朝堂权柄，却不知圣上早已密诏神策营，皇城若有异动，不论七皇子、朝阳公主，还是我沈孝，皆可驱策神策营秦王救驾。我入狱一遭，算是看清所谓世家之猖狂，为断绝寒门生路，不惜动用一切手段。哼，本公主今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想杀沈孝，灭了天下寒门的希望，绝不可能。今日请各位前来，是商议一条生路，既是世家的生路，也是我大业未来的路。不要设立政务堂，自此，凡是军国要务，皆需政务堂合议后方可施行。堂内设席圣人主位，其下世家3位，寒门亦3位。荒谬！一群泥腿子、穷酸书生，也配与我等同席论政？平起平坐吗？没错，就是要平起平坐。你们可以选，是体面的坐在新朝堂，还是我崔氏100年风骨，宁可玉碎，不为霸权。我卢氏在陇西、江南多少士族同气连枝，你们杀得进吗？有本事就把我们全都杀死在这儿！
这百年崔氏，还真的是源远流长、枝繁叶茂啊！你们取我们族谱，想要做什么？不要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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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不要！不要杀！人命贵重，烧了这区区一个卷宗，想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也不会怪后世儿孙不孝，断了传承香火吧？住手！千万不要啊！那是祖宗的根，少不得，少不得呀！有何不可？你们世家家财万贯，垄断四方资源，却不肯惠及民间，致使苍生深陷疾苦，永无喘息之机，公田私吞，生民为奴。朝代可能更替，世家却百年不倒，实乃硕鼠。不同意新制的，我就按照这个族谱挨个的烧过去，让你们所谓的千年华胄、诗礼传家，就在今夜，随着这把大火，灰飞烟灭。主公，想清楚了吗？各位叔伯，之前黄河水患，齐殿下深入腹地救济灾民，大获民心。民乃根本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各位叔伯要清楚民心所向。七殿下给的是一条生路，足以保全门楣，荫庇子孙。我郑叔代表郑氏家族赞同此志，拥护新帝。崔氏全族愿随新制。我等愿随新制。世家跌落，寒门上位，但你们别忘了，今天的寒门，来日也是新的世家。权力的更迭，不过是旧树倒，新木生，周而复始，循环往复。阶层流转，本是天道。尔等错就错在妄想尊贵永固，你们恐惧新兴之力，堵塞天下贤路，导致如今朝堂一潭死水。若是以后寒门成了阻塞，那就自有后来人冲垮寒门。大局已定，我终是做了一件对的事，余生便伴青灯古佛，赎我该赎的罪，求一份真正的干净。来做什么？朕没有传召你。我来是为了告诉父皇，寒门与世家并肩共掌朝政，世家一手遮天的局面终不复存在了，也算是把父皇的心愿给了结了。我阿娘当年也像你这般渴，最后却一条白绫吊死在了冷宫里。
父皇，但却不是一个好皇帝，更不是一个好父亲。这么多年，我每一天都在盼着你死，但我现在却不这么想，因为你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动手，你已经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，众叛亲离。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4乘鸿业，养和天眷，昭阳公主李树、忠孝张文，功在社稷，今特旨晋封为镇国长公主，赐享双亲王俸禄10亿8千户，钦此。臣谢恩。一切尘埃落定，也如长姐所言，他自此远离了朝堂纷争。启昌元年，新帝力推田制，抑制豪强，广开寒门仕途。数年之间，科举新贵渐起，终与世家共列朝堂，分庭抗礼。镇国长公主李树与宰辅沈孝于各州广开蒙学。不论出身，不论性别，皆可入学开蒙。殿下不是说让我过来数钱吗？怎么连正门都不让进了？你不是射中于翻墙吗？况且堂堂宰辅整是来我府上，你不怕人嚼舌根啊？我是殿下面首这件事，满朝文武人尽皆知，有什么好避讳的？现在天还大亮着呢，你这个时辰来我府上，所谓何事啊？今天是乞巧日，西市有灯会，殿下可愿一同前往？
谁要和你一同前往？别打扰我看舞剑。殿下不就是爱看舞剑吗？这些有什么好看的？今日带你舞个痛快。啊！沈御史听了这么久的墙根，想必不是碰巧路过，莫不是对本宫念念不忘？以后就凭这个进出公主府，谁准你脱衣服的？不是冬眠吗？冬眠就要脱衣服，穿好上床睡觉。若不敢只是做个面生，听不懂本宫的话吗？做好你该做的，别惹祸上身。我身上的祸事还少呢。放他走。沈笑，别落黄泉，我都和你一起。公主真有雅兴啊！声响，青丝一曲心弦绕，沙沙作响，叩心门轻唱。生黄，明眸一许尘含香，念念不忘，有欲盖弥彰。一步一回望，片片灯火阑珊望。一人一目光，一句回响。浅浅风吟唱，明月光落在他心上，水中央。茫茫白露霜。公主可是答应过我，让我做驸马都尉的。驸马拘着规矩，哪有面首？来得自在有趣。你可曾听到？朝朝雪飞扬，明月光画在她眉宇手中央，灼灼孤芳上，寥寥心事堂。惶惶梦天荒，看你表现了。待他爱之所望，在眼前欣赏，你可曾感到？你望向月光，可像我一样？